女人紧紧握住伊迪丝的手，低声叮嘱道：“如果以后只剩你一个人，千万别认输，更别向任何人低头。那些所谓的父母名誉根本不重要，你只需要为了自己而活，只考虑你自己的感受。”画面一转，曾经的教会成了遥远的回忆。现在的伊迪丝正身处流言蜚语的中心，贵妇们一边喝茶一边议论：“茱莉亚现在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吧？毕竟前任侯爵夫人早就把名声彻底搞臭了。”茱莉亚越说越过分，不仅骂前任夫人不正经，还编排她跟年轻男人的丑闻，简直没把伊迪丝放在眼里。谁也没想到，一直沉默的伊迪丝会突然出手，满满一壶茶水直接扣在了那女人的头上，全场瞬间乱成一团，尖叫声此起彼伏。伊迪丝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看着狼狈不堪的茱莉亚，语气平淡地说：“刚才闻到一股臭味，用茶水帮你洗洗，现在感觉好多了。”这一刻，母亲当年的话再次在耳边响起：“别管别人怎么看，这辈子你只需要为了自己而活。反正不管怎么做，这帮人都会说他疯了，甚至会给他扣上精神病的帽子。既然这样，那就彻底闹个痛快。”伊迪丝指着那群贵妇大骂：“你们这帮卑鄙的小人，连老鼠都知道不能诋毁死者，你们竟然连畜生都不如！”他已经想通了，别人的评价根本不重要，只要自己心里痛快就行。侯爵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力道大得像是要扯掉他的头皮。他看着伊迪丝，语气里透着让人发毛的寒意。他说：“谢天谢地，幸亏你还长了这张漂亮的脸蛋，否则你早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他说：“要不是看你长得漂亮，早就把你扫地出门了。”伊迪丝死死攥住裙角，心里却恨透了这张脸。如果没长成这样，他和母亲就不用背负这个姓氏，更不用在这个家里受罪。他甚至开始怨恨死去的母亲，为什么要向这种男人低头？难道侯爵夫人的名头真的比尊严还重要吗？为了那点所谓的财富和地位，竟然能忍受一辈子，甚至还要向仇人卑躬屈膝。侯爵根本不在乎他的痛苦，反而开始算账。他说：“养大你花了无数金币，现在你妈已经死了，剩下的债必须由你来还。”面对侯爵的压迫，伊迪丝终于爆发了，他拼尽全力反抗，哪怕换来的是更疯狂的报复。侯爵被彻底激怒，嘴里咒骂着难听的话，一下又一下，发泄着他那扭曲的愤怒。伊迪丝瘫坐在地上，这一刻他才真正明白，母亲当年的软弱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守护。虽然母亲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任何地位，但只要她还活着，就是伊迪丝在这个家里唯一的保护伞。现在这把伞彻底碎了，剩下的路只能他一个人走下去。有些事情伊迪丝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天晚上，女仆突然推开房门，语气生硬地传达命令，说是侯爵要找他一起吃晚饭。伊迪丝整个人都愣住了。自从母亲去世后，那个男人就再也没正眼看过他，更别提什么家庭晚宴。女仆根本不给他思考的时间，动作粗鲁地把他拽起来，逼他换上最华丽的礼服，说今晚的场合必须体面。看着镜子里盛装打扮的自己，伊迪丝心里只有不安。这种反常的待遇绝对不是什么父女情深，到底发生了什么？走进餐厅的那一刻，伊迪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曾经对他非打即骂的侯爵，竟然一脸慈祥地夸她漂亮。他甚至还提到了去世的母亲，说伊迪丝完美继承了母亲的美貌，一边虚伪的感慨，一边亲切地招呼他坐下吃东西。看折满桌丰盛的饭菜，伊迪丝只觉得胃里一阵翻腾。以前母亲刚走的时候，这些人恨不得让他饿死在阁楼里，现在却装得像个和睦的大家庭，就连家里的兄弟也看出了端倪，忍不住问侯爵，今天到底遇上了什么喜事，竟然能让他高兴成这样？侯爵神秘地笑了笑，说确实发生了一件大好事。接着他转头看向了伊迪丝，侯爵笑着举起酒杯，宣布了一个让全场安静的消息：伊迪丝的婚事竟然就这么被定下来了。坐在一旁的莉莉安忍不住冷笑，说到底是哪个疯子，竟然愿意娶一个名声扫地的女人？这简直是本世纪最大的笑话。伊迪丝死死攥住裙角，他心里很清楚，侯爵绝不会平白无故给他找婆家，对方肯定是个有钱的糟老头子，或者是能帮侯爵做生意的工具。可侯爵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都变了脸色，他说对方是迈尔斯公爵格雷森，来历迈尔斯，那个传闻中冷酷无情的男人，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更是无数名门闺秀梦寐以求的对象。这个消息一出，莉莉安当场就破防了，她尖叫着站起来，根本不敢相信迈尔斯公爵竟然成了伊迪丝的未婚夫，也难怪他反应这么大，毕竟他暗恋了公爵这么多年。侯爵还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公爵本人对这门亲事非常积极，甚至暗示对方是看中了伊迪丝的长相。伊迪丝听着这些话，只觉得荒谬到了极点。他清楚地记得在舞会上，公爵看他的眼神冷漠的就像在看一棵树，别说爱慕了，那个男人的眼里甚至连一丝温度都没有。虽然伊迪丝也搞不清楚公爵为什么会答应这门婚事，但看着莉莉安气急败坏的样子，他觉得手里的红酒都变甜了。还没等他回房间，莉莉安就气冲冲地追了上来，劈头盖脸就是一句，让他立刻拒绝这门婚事。在莉莉安眼里，像迈尔斯公爵那样高不可攀的男人，根本不是伊迪丝这种人能应付的。他甚至觉得伊迪丝连踏进公爵家大门的资格都没有。面对这种明晃晃的嫉妒，伊迪丝冷冷地回了一句：“这就不劳你费心了。”这句话彻底点燃了莉莉安的怒火，她嘲讽伊迪丝还没过门就开始摆公爵夫人的臭架子，简直俗不可耐。伊迪丝听完直接笑出了声，他转过头，眼神里满是轻蔑。比起一个盯着别人未婚夫不放，还在背后嚼舌根的人，到底谁更俗气？这还用说吗？
莉莉安彻底恼羞成怒，抬手就是一个耳光，这一巴掌力道极大，直接把伊迪丝扇到了墙边。可伊迪丝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他只觉得这种动不动就撒泼的行径才是真正的俗不可耐。莉莉安还想再打第二次，却被伊迪丝死死扣住了手腕。这一次伊迪丝没打算再忍下去，他盯着莉莉安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不相信母亲的死是个意外。”莉莉安先是一愣，随即露出了最恶毒的嘴脸。他不仅不承认，还开始疯狂羞辱伊迪丝的母亲。他说家里收留那个女人纯粹是出于怜悯，否则像他那种货色，除了出卖身体，根本没法在外面活下去。莉莉安还在那儿摆谱，一副施舍者的嘴脸，甚至要求伊迪丝必须对这个家感恩戴德。伊迪丝听完冷笑一声，直接甩出了一个重磅炸弹。他说自己已经够给面子了，否则莉莉安当年给公爵的绯闻对象祭死猫头的事，早就传遍整个社交界了。这种残忍又下作的勾当被当众揭穿，莉莉安彻底哑火了，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气急败坏的摔门而去。看着空荡荡的房间，伊迪丝并没有觉得赢了，他心里很清楚，接下来的生活只会是地狱。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从来就没有什么好下场。他的母亲埃莉安娜就是最惨痛的教训，哪怕母亲当年并非自愿，可一旦踏入这种权力的漩涡，等待他的就只有被吞噬的命运。迈尔斯公爵是国王最宠爱的三儿子，在所有人眼里，他就是完美无缺的化身。可伊迪丝呢？她只是一个乡下小男爵的女儿，母亲还背着女巫的骂名，甚至连她自己都被人背地里叫做疯女人。这种身份上的天差地别，就像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压得人喘不过气。伊迪丝看着窗外，想起了母亲这辈子最大的遗憾，那就是没能为父亲报仇，因为母亲手里根本没有任何反击的力量。但伊迪丝不一样，他不想像母亲那样一辈子活在仇恨和无力感中。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他就要用自己的方式彻底改写这个结局。母亲曾经告诉伊迪丝，无论天有多黑，这世上总会有一处光亮，那是他留给女儿最后的温柔。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不要弄丢属于自己的光。可现在的伊迪丝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躲在母亲怀里的小女孩了。他猛地攥紧了拳头，既然这世界对他不公，那他就自己去抢。国王还在那儿兴致勃勃，想把伊迪丝许配给格雷森，甚至夸她是出了名的大美人，两人简直是天作之合。格雷森听完直接冷笑出声，他根本没打算给对方面子，语气里全是嫌弃。他反问道：“你觉得那个歇斯底里的疯女人真的跟我很配吗？”这话一出，现场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可讽刺的是，这位被他贬得一文不值的女人，确实拥有足以让全城男人都为之疯狂的绝世美貌。在所有人眼里，伊迪丝自从去年没了母亲，就已经彻底疯了。可迈尔斯公爵根本不在乎，对他来说，婚姻不过是一场利益交换，只要能各取所需，跟谁结婚都一样。但他万万没想到，国王竟然会把一个疯女人强行塞到他身边，甚至连对方的血统都不清不楚。格雷森开始怀疑，这难道是国王设下的圈套，就为了防着他，怕他威胁到那两个哥哥的王位。毕竟在这个家里，国王的爱从来就没公平过，那两个哥哥是真爱的结晶，而格雷森只是第二任王后带来的政治筹码。这场从出生就开始的冷遇，让他看透了皇室的虚伪。国王对这两个女人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这种偏爱也顺理成章地延续到了孩子身上。格雷森心里很清楚，在国王眼里，他永远比不上那两个哥哥。小时候他还会为此感到难受，但现在他已经彻底麻木了。既然顶着王子的名号，享受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富贵，那为这个家做出牺牲，在他看来也是理所应当的。格雷森平静地看向国王，语气里听不出任何情绪。他说：“如您所愿，我会服从这个安排。”爱德华连门都没敲就闯了进来，开口就是重磅炸弹。外面都在传格雷森要娶一个疯女人，甚至还有人说他是因为有把柄在对方手里，才不得不被逼婚。格雷森放下了笔，这流言传得越来越离谱，显然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比起被人同情或者猜疑，他倒是有个更好的主意，与其背负那些莫须有的弱点，不如让所有人都以为他是真的被那个女人迷住了。自从和格雷森的婚事定下来，伊迪丝的待遇瞬间天差地别。侯爵不仅派人在门口守卫，还吩咐佣人们无微不至的伺候。这可不是因为什么父爱，他只是想在外界看来自己是在风风光光的嫁女儿。就在伊迪丝享受清闲时，女仆莱尼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一封信，那是迈尔斯公爵送来的。伊迪丝心里咯噔一下，这种时候送信过来，该不会是要退婚吧？这种事绝对不能发生。谁能想到这封信根本不是来退婚的，而是一份详细到分钟的约会计划。莱尼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公爵大人竟然主动约会，还问两人是不是背着他偷偷见面了。伊迪丝看着这份计划，心里总算踏实了。既然公爵亲自出面约会，那些说他逼婚的流言自然不攻自破。他拉住莱尼的手，叮嘱道：“在这个家里，你是我唯一能信任的人，以后不用这么小心翼翼。”莱尼还在为那些流言蜚语担心，但伊迪丝心里比谁都清楚，外面的人把她形容成吞噬王子的魔女，说她是利用男人弱点上位的狐狸精，甚至还有人恶毒的诅咒，说她和她那个短命的母亲一模一样。可这些话根本伤不到他。伊迪丝随手把信封按在桌上，只要能握住权力为父母报仇，不管是魔女还是恶女，随他们怎么叫，他只要最后的赢家是自己。侯爵一见到格雷森，那妇产妹的嘴脸简直没法看，婚礼还没办就一口一个女婿，还打趣说他是急着见未婚妻。格雷森心里冷笑，这老狐狸哪是关心女儿，
他只是在庆幸这桩婚事能让他减免一半的盐税。格雷森懒得跟他废话，直接要求见伊迪丝，随后被带到客厅独自等待。可就在这时，推门进来的却不是伊迪丝，而是那个让人头疼的弗雷迪克。弗雷迪克一进门就没好气，劈头盖脸地质问格雷森为什么要答应这桩婚事。格雷森连头都没抬，直接把锅甩给了皇室和侯爵，说自己只是在听命行事。这话彻底点燃了火药桶，弗雷迪克猛地拍案而起。谁不知道格雷森从不委屈自己，这种敷衍的借口根本没人信。格雷森看着眼前愤怒的男人，心里多少有些意外，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搅局的。他依旧保持着那副公事公办的微笑。屋里的争吵被敲门声打断，伊迪丝推门而入的那一刻，那些见不得光的流言也随之而来。所有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侯爵家的二公子竟然爱上了自己的妹妹。弗雷迪克看着他，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这让伊迪丝心里直发毛。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难道是专门来看自己笑话的？格雷森看出了气氛不对，他优雅的起身走向伊迪丝，直接发出了离开的邀请。弗雷迪克被独自留在客厅，只能眼睁睁看着格雷森带走伊迪丝，那眼神阴沉的让人脊背发凉。马车里的气氛尴尬到了极点，伊迪丝为了缓解紧张，开始偷偷打量起这位未婚夫。不得不承认，格雷森这张脸确实无可挑剔，难怪莉莉安以前会被他迷得死心塌地。可当伊迪丝盯着那双湛蓝的眼睛时，脑海中却突然浮现出那些恐怖的传闻。在别人眼里，这位公爵根本不是什么美男子，而是一个流着野兽血液的怪物。甚至有人警告过，千万不要直视他的眼睛，否则会被那股恶心的气息彻底吞噬。伊迪丝盯着格雷森的眼睛出神，暗自庆幸这双眼不是绿色的，否则光是这么对视，恐怕就会让人窒息的喘不过气。格雷森的声音突然响起，提醒他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他绅士地伸出手扶他下车，每一个动作都优雅的无可挑剔。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伊迪丝顺手撑开了阳伞，还主动邀请格雷森一起遮阳，想借机拉近一点距离。可格雷森只是礼貌地推开了伞柄，语气平淡得听不出任何情绪。这种客气背后的疏离感，让伊迪丝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接话。看来想要看透这位公爵，远比他想象中要难得多。格雷森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着，完全没有要等人的意思。伊迪丝在后面追得气喘吁吁，心里忍不住犯嘀咕：照这个速度下去，下次他怕是要直接把他甩了。结果越急越出乱子，伊迪丝脚下一滑，整个人直接失去了平衡，连手里的阳伞都飞了出去。就在他以为要摔个狗吃屎的时候，一个有力的臂膀瞬间揽住了他的腰，格雷森竟然稳稳地接住了他。这一幕虽然像极了英雄救美，但伊迪丝心里只有尴尬。完了，这下在他眼里，自己彻底成了一个笨手笨脚的蠢女人。伊迪丝低声说了句太快了，格雷森一下子愣住了。伊迪丝本以为会迎来一场责骂，毕竟在他的记忆里，马特奥总会把这种意外怪罪到女人头上。可格雷森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他彻底看呆了，这位高高在上的公爵竟然亲自弯腰捡起了那把阳伞，还细心地拍掉了上面的灰尘。他没有半点不耐烦，反而低声向伊迪丝道歉，承认是自己走得太快，才没能顾及到他的步调。看着格雷森走在前面的背影，伊迪丝忍不住开始动摇。也许他真的和传闻中完全不一样。如果他是个讲道理的人，那接下来的日子是不是就没那么可怕了？伊迪丝原本还在心里安慰自己，就算是这种没感情的政治联姻，只要两个人能客客气气的相处，日子或许也能凑合过下去。可格雷森接下来的话却直接打破了他的幻想。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今天带他出来露面，全是因为外面那些难听的传闻。伊迪丝本想大度的表示自己不在意，可格雷森却冷冷的回了一句：“他在意。”随着宴会厅的大门缓缓开启，所有的目光瞬间像针一样扎了过来，周围到处都是压低声音的议论，有人在打听他的身份，有人在质疑公爵的眼光，甚至有人当众嘲讽，说他是那个被魔女带来的疯女人。这些充满恶意的闲言碎语，让原本华丽的舞池瞬间变成了处刑场。伊迪丝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他终于意识到这场所谓的约会根本不是什么浪漫的开始，而是一场硬仗的开端。伊迪丝现在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他不停地告诫自己要忍耐，万一哪句话说错了，这桩好不容易定下的婚事恐怕立马就会吹掉。看着周围那些指指点点的人，他有些怀疑，仅仅靠这次露面，真的能平息那些难听的传闻吗？格雷森倒是显得胸有成竹，他一边体贴地为伊迪丝拉开椅子，一边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宣布，从现在开始他们每周至少要约会一次。就在伊迪丝还没回过神的时候，格雷森坐到了他的对面，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说：“雷诺兹小姐，为了以后咱们的婚姻生活能消停点，你必须先答应我几个条件。”伊迪丝听明白了，这哪是结婚，这分明是一场交易。但他更想知道，这种明摆着吃亏的买卖，格雷森为什么要接？不管是图感情还是图利益，总得有个理由，毕竟这婚事对他可没好处。格雷森停顿了一下，这女人清醒的让人意外，跟传闻里的疯子完全不同。他放下酒杯，真正的利益从来不在台面上。格雷森直言不讳，这场联姻对双方都有好处，只要跟侯爵家搭上线，皇室的地位就稳了。伊迪丝冷淡的纠正：“不是那位侯爵大人，能从这笔交易里捞到更多。”格雷森敏锐地察觉到了，你竟然称呼自己的父亲为侯爵大人。他放下酒杯，眼神里多了几分审视。你猜猜国王为什么要促成这门亲事？伊迪丝心里很清楚，这男人是在试探他的底细，看他够不够格当这个盟友。
现在的皇室表面平静，其实早就乱了。皇太子卡修斯虽然位子稳，但二皇子利奥波德一直贼心不死。利奥波德背后有妻子家族，科尔克斯公爵撑腰，正死死盯着那个最高的位置。这场婚约就是国王扔出来的一块筹码，至于谁会被牺牲，根本没人关心。伊迪丝一针见血，你娶我是为了躲开权力斗争的漩涡吧？格雷森笑着承认了，为了保住皇太子的位子，他必须选一个没威胁的联姻对象。可伊迪丝还是不明白，既然要找个没权没势的，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他？格雷森晃了晃酒杯，毕竟父母的偏心从来都是不讲道理的。这下伊迪丝全懂了。伊迪丝本想点到为止，谁知格雷森根本不打算隐瞒，直接掀开了家族最丑陋的底牌。前任皇后其实只是个乡下伯爵家的女仆。格雷森缓缓开口，当年的国王还是皇太子时，竟然爱上了一个卑微的女仆。为了把这个女人娶回家，他不惜跟所有人作对，甚至引发了一场血腥的手足相残。那些想把他拉下马的兄弟，最后全都死在了他的剑下。这段感情的代价是满地的鲜血。虽然他保住了王位和爱人，但这种幸福并没维持多久。皇后去世后，大臣们逼他立刻续弦，于是就有了格雷森的母亲，一个为了政治任务而存在的王妃。格雷森心里很清楚，父亲或许并不讨厌他，但在那个男人心里，爱也是分等级的。伊迪丝沉默了，他终于明白，眼前这个男人为什么要拼命逃离。国王当年为了保住王位，不惜亲手除掉了所有的亲兄弟。现在他老了，只想不计代价稳住皇太子的位子，哪怕是让儿子娶一个名声狼藉的疯女人，只要能换来侯爵家的支持，他也在所不惜。至于那位侯爵大人，表面上装得有多疼爱女儿，背地里就有多贪婪，他早就把女儿当成了换取权力的筹码。伊迪丝心里冷笑，国王看中的正是他在侯爵家这种尴尬的处境。格雷森看了看表，低声说：“饭吃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带你去剧院看场好戏。”伊迪丝一边走一边说：“其实这门亲事，他原本可以强硬的拒绝，但格雷森觉得这是他作为三皇子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让国王和民众彻底放心。”伊迪丝却不这么想，大家只会觉得这门婚事太荒唐，甚至会为此感到担忧。格雷森冷笑了一声：“不，他们反而会松一口气，因为只要我结了婚，就意味着我永远不会对两个哥哥拔剑。”说话间，两人已经来到了剧院门口。原本嘈杂的会场瞬间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他们。谁能想到那个冷酷的三皇子竟然带了个女人公开露面？格雷森拉开椅子，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谈生意。既然要联姻，那我们就要约法三章。格雷森看了看台下，接着说：“我们要分阶段进行，先从约会开始，然后是牵手，最后还要有一个吻。”伊迪丝愣住了，这进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格雷森却一脸理所当然：“既然是演戏，就要演的让所有人都相信我们是真爱。”伊迪丝原本以为他会交代一些公爵夫人的规矩，结果这家伙倒好，开口就是要跟他接吻。格雷森一脸淡定地说：“这门婚事绝不能看起来像政治联姻，必须让所有人觉得他们是因为相爱才走到一起的。所以不仅要接吻，连新婚之夜该怎么过，他都提前列好了计划。他甚至提议，婚后至少要在一起待够3天，才能堵住那些怀疑者的嘴。”伊迪丝整个人都听傻了，他从来没考虑过新婚之夜。格雷森认为夫妻共睡一张床没什么可羞耻的，伊迪丝觉得第一次约会就谈这些，确实有点让人尴尬。但他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只想快点结束这场无聊的讨价还价。伊迪丝死死抓着扶手，心里憋着一肚子火。既然是公爵大人非要谈，那你就该顾及一下我的心情。格雷森愣了一下，随即低声道歉，承认自己确实考虑不周。剧院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演出已经结束了。格雷森站起身提议换个地方，去长青园继续剩下的谈话，尤其是关于结婚第1周之后的安排，他还有更具体的计划。格雷森接下来的话简直让伊迪丝怀疑自己的耳朵。他不仅要定好哪天睡在一起，甚至计划在半年后就要一个孩子。伊迪丝觉得这太不可理喻了，这明明只是一场交易，为什么要牵扯到孩子？格雷森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说这门婚事必须有个接班人，只要有了孩子，他的地位才算彻底稳固。至于以后他会跟谁在一起，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孩子必须由伊迪丝来生。这一刻，伊迪丝终于彻底清醒了，在这个男人眼里，他根本不是什么未婚妻，只是一个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好用的工具而已。在格雷森眼里，这场婚姻不过是个手段，只是为了给国王和民众一个交代。而伊迪丝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只是个碍事的障碍，是导致这桩硬凑婚事的罪魁祸首。伊迪丝自嘲地笑了笑，他当着男人的面直言不讳，这些话听起来可真是够难听的。虽然他为了离开那个家已经做好了忍受一切的准备，但他毕竟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也会感到难受。格雷森停顿了一下，破天荒地问了一句：“听了这些，你会觉得受伤吗？”伊迪丝没有掩饰，坦诚自己现在非常痛苦。或许是没料到他会这么直接，格雷森竟然低头赔了个不是，还承诺以后会注意分寸。格雷森还在为刚才的话找补，他说自己并不是真的把孩子当工具，只是担心外人会那么看。伊迪丝表面上点头说理解，可心里早就冷到了冰点。看着窗外那些嬉闹的孩子，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这辈子他绝不会生下任何孩子。他无法想象，如果孩子因为他的名声也要遭受同样的冷眼和利用，那简直太可怕了。更何况他从没打算跟这位公爵过一辈子，这段婚姻注定不会长久。他优雅地端起茶杯，心里已经算好了每一步，只要拿到自己想要的，他会立刻离婚，彻底消失在他的世界里。
格雷森发现自己这次真的过火了，本以为只是说了点实话，没想到却伤他这么深。这辈子从没跟人低过头，可就在刚才，他竟然连续道了3次歉。看着伊迪丝强忍泪水的样子，他心里那道防线竟然开始松动了。他突然开口：“如果我们要结婚的话，以后各种社交场合，他只需要挑重要的露个面就行。”伊迪丝反问道：“那我这个公爵夫人平时还能干点什么？办派对、买衣服、见人？”伊迪丝还不死心，追问需不需要维持什么尊严，或者注意言行举止。结果格雷森一句话，直接把天聊死了。他说：“我对你没那种要求。”看着伊迪丝沉默的样子，格雷森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自己又说错话了？伊迪丝笑了，这些条件对他来说简直太划算了。既然大家都觉得她是疯女人，那这个名声正好可以拿来当挡箭牌。他放下茶杯，爽快地答应了格雷森，该做的活他都会做，但他也提醒对方，既然他尽了义务，那公爵夫人该有的权利，格雷森也一分都不能少。格雷森看着他，低声叫了他的名字。格雷森突然提议，下次见面的时候，咱们直接叫名字吧。伊迪丝愣了一下，这进展是不是有点太快了？虽然他确实不想再听到那个姓氏，但直接叫他格雷森，总觉得哪里怪怪的。还没等他想明白，格雷森已经凑到他耳边，轻声说了句晚安。看着格雷森离开的背影，伊迪丝站在原地愣了很久，真没想到今天的进展会这么顺利。另一边，格雷森刚回到府邸，随从就赶紧迎了上来，问他手里那件东西要不要现在给伊迪丝小姐送过去。格雷森低头看了一眼，随口回绝了。他说先留着吧，等下次见面的时候，他要亲手交给他。格雷森带回来的那把阳伞，谁都不让碰，他要亲自收好。看来这把伞对他意义非凡。海伦娜推门进来，开口就打听伊迪丝的情况。在他眼里，那位雷诺兹小姐就是个麻烦精，肯定又闯祸了。格雷森却淡淡的回了一句，说她不仅聪明，而且非常懂礼数。海伦娜听完直接愣住了，她翻出旧账，说那女人连伯爵千金的脚趾都能踩断，简直是粗俗到了极点。格雷森没反驳，只是握紧了手里的项链。在他看来，伊迪丝根本不是什么疯子，而是一个真正不简单的女人。在格雷森眼里，伊迪丝真是不简单。她不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还特别擅长拿捏别人的情绪。外界都说她是个疯子，可格雷森却觉得她只是比任何人都活得清醒。她出乎意料的是个可爱的女人。今天见到她后，他觉得伊迪丝的行为可能有原因。府邸里，伊迪丝被艾玛拽着走在走廊。放开我，艾玛！艾玛还在那装模作样，口口声声说只要听话就放过伊迪丝。其实伊迪丝心里清楚得很，这个老女人根本就是故意的。她最享受的事情就是看着高高在上的贵族小姐在自己手里受尽折磨，这种变态的快感让她早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可伊迪丝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任人宰割的小女孩了。她冷冷地叫住艾玛，直接抛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去年的那1月，你到底去那个地方干什么了？伊迪丝突然提到了那件事，他母亲从神殿高塔上摔下来的那一天。这句话一出口，艾玛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艾玛一脸疑惑地问：“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伊迪丝语气平静：“当年我母亲出事的时候，有几个人去现场确认了身份，怀亚特、雷诺兹、马特奥、莉莉安，还有艾玛。”艾玛显然不想聊这个，她说：“都过去1年了，不知道为什么要突然提这些。”伊迪丝冷冷地回了一句：“没什么，就是突然有点好奇而已。以前为了保命，这些话只能烂在肚子里，毕竟那时候雷诺兹侯爵到处都是眼线，人微言轻的时候，说出来的真相甚至不如一张废纸。可莉莉安和艾玛，你们当时为什么要出现在那？明明有侯爵和马特奥在，就已经足够确认身份了。”艾玛打断了这些思绪，她说：“你关心的是真奇怪，与其想这些没用的，不如想想怎么不被公爵抛弃。”伊迪丝随口应了一声：“是啊，我正有此意，当然会这么做。”推开门，侯爵和马特奥已经等在那了。侯爵皮笑肉不笑地问：“和公爵相处的还愉快吗？”伊迪丝表现得像个乖巧的棋子，他说：“非常愉快，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他心里想的是：“我会死死抓住公爵这根救命稻草，直到亲手把你们全部拽进地狱。”餐桌上的气氛冷到了极点。马特奥盯着伊迪丝警告说：“就算婚期定了，只要你表现得不够老实，对方随时可能退婚。”伊迪丝低着头，乖巧地应了一声：“是的，哥哥。”坐在一旁的弗雷德里克满脸不屑，他小声嘀咕着：“这女人迟早会被甩掉。”侯爵立刻呵斥他闭嘴，毕竟这门亲事关乎家族颜面。可弗雷德里克直接拍桌而起，大喊着：“她根本不是我妹妹！”他甚至当众拆穿：“你以为格雷森是真的想娶她吗？”马特奥冷着脸站起来，让他注意对父亲的态度，立刻坐下。弗雷德里克丢下一句没胃口，直接甩手走人，留下侯爵尴尬的咳嗽。这顿饭算是彻底吃不下去了。伊迪丝心里很清楚，侯爵现在肯定反应过来了，这场婚约的主动权从来就不在他们手里。格雷森公爵是什么人？那是大陆顶级百货的掌权者，5年的课程他3年就修完，还没成年就能平定王国争端。这种级别的天才，怎么可能只因为国王一句话就乖乖娶一个不喜欢的女人？只要格雷森想，他随时都能悔婚。侯爵这下是真的怕了。马特奥放下酒杯，突然盯着伊迪丝问：“那位公爵大人对你到底有没有意思？”伊迪丝想起了格雷森的样子，那个男人冷冰冰的提出，只要答应他的条件，就能换来平静的婚后生活。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格雷森根本不在乎什么感情，他在乎的只是自己还有没有利用价值。面对侯爵的试探，伊迪丝随口敷衍了一句：“可能有那么一点吧。”马特奥冷笑着评价说：“他这张脸确实还算凑合，能让男人新鲜一阵子。”
但光靠漂亮可留不住人心。伊迪丝笑着点头说知道。一旁的茱莉亚听得火大，眼神恨不得把他给生吞了。侯爵立刻呵斥茱莉亚，让他少在这里插嘴。茱莉亚还想着辩解，侯爵猛地一拍桌子，指着他怒吼：“我说了让你少在这废话！”茱莉亚被吼得不敢出声。伊迪丝在旁边冷冷地看着，心里很清楚这女人纯粹就是嫉妒。毕竟茱莉亚当年为了家族，只能委身嫁给一个老头，而自己要嫁的可是权势滔天的公爵。说起这位茱莉亚，4年前他父亲塞缪尔伯爵为了让他能攀上高枝，特意把他送到了雷诺兹侯爵身边，名义上是来学习规矩，实际上是带了大笔的金条。靠着这笔巨额嫁妆，茱莉亚才换来了侯爵的青睐。打那以后，他就开始在家里横着走，真把自己当成这里的女主人了。茱莉亚当年刚进门的时候，简直嚣张到了极点，甚至把伊迪丝的母亲当成自己的私人女仆来使唤。但谁能想到，伊迪丝在母亲留下的日记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原来茱莉亚背后的塞缪尔家族，那些所谓的金矿，其实早就已经被挖空了。茱莉亚隐瞒了家族破产的真相，用最后一点金条当诱饵，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好戏。可怜的雷诺兹侯爵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甚至还在做着靠金矿大发横财的美梦。伊迪丝现在终于明白，母亲当年为什么要独自守着这些秘密了。侯爵敲着桌子，语气冰冷地警告伊迪丝：“这场婚事对你更有好处，所以你绝对不能把它搞砸。”伊迪丝听出了不对劲，父亲似乎根本不在乎他的未来，他只在乎能不能把他顺利送进公爵家。于是他故意开口试探：“如果婚礼之后公爵对我腻了，要离婚怎么办？”侯爵停下了动作，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问。马特奥在一旁冷冷的插话说：“离婚会丢尽家族的脸，他让伊迪丝自己小心点，绝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伊迪丝看着这对父子，脸上露出了顺从的微笑，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家人要的只是眼前的利益，至于他的死活根本没人在乎。马特奥还是有些担心，他私下问侯爵：“真就这么放伊迪丝走吗？万一他在公爵面前乱说话怎么办？”侯爵冷笑了一声，语气里全是杀机：“放心吧，他根本没那个机会，不管那个贱人手里到底攥着什么秘密，他都绝对活不到开口说话的那一天。”侯爵早就计划好了，就在婚礼现场，当新郎新娘喝下交杯酒的时候，伊迪丝会喝下那杯早就掺了剧毒的红酒，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毙命。他甚至连替罪羊都找好了，打算把这桩命案推给某个暗恋公爵的女人。谁让那位公爵大人平时那么招蜂引蝶呢？侯爵的野心远不止于此，只要伊迪丝一死，无论是皇室还是公爵家族，以后在他们面前都得乖乖低头认栽。马特奥这才反应过来，伊迪丝的死竟然能换来这么多好处。他最后叮嘱马特奥一定要看清楚了，这才是利用一个人的最高境界。原来这才是真相，他根本没打算放过我，为了让我彻底闭嘴，他竟然想要我的命。这一刻，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伊迪丝自嘲地笑了，他早就该想到，那个人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他去享清福。原本以为自己只是被派去抓格雷森的把柄，或者是去挖皇室的秘密，可他终究还是太天真了。那个人连相处15年的母亲都能狠心除掉，又怎么可能让他这个棋子活下去？伊迪丝从来没把他们当成家人，可内心深处竟然还奢望过能得到哪怕一点点的怜悯。这种念头现在看来真是太可笑了。他想起母亲当年的告诫，在这个家里谁都不能信，更不要被任何人的笑脸骗了。没错，从现在开始他不会再相信任何人。时间回到1年前，伊迪丝大声宣布，母亲的遗物他要亲自收拾。侯爵只是冷冷地看着，随口吩咐女仆，让他去闹吧，反正他坚持不了多久。可当沉重的大门关上，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时，所有的强撑都在这一刻彻底崩塌。这是母亲留下的日记，也是伊迪丝在这冰冷的家里唯一的慰藉。日记里记录着如何看透人心，母亲希望这些经验能成为他保护自己的武器。可谁能想到，还没等他学会反击，死神就已经敲门了。就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侯爵正在密谋，要在婚礼的交杯酒里掺入毒药，只要伊迪丝一死，他就能顺理成章地打发走所有的知情人。伊迪丝终于看清了真相，母亲当年也是这样，在无数个深夜里独自收集着那些致命的情报。日记里清楚地写着，这种毒药叫弗拉林，虽然有解药，但普通人根本拿不到。如果直接去找医生，肯定会引起那个男人的怀疑。现在的他孤立无援，连个能商量的人都没有。就在这时，他脑海中浮现出了格雷森的身影。可那个男人真的会相信他这种荒唐的求助吗？不行，求助别人太冒险了。如果让侯爵知道他已经察觉，那他绝对活不过今晚。伊迪丝紧紧抱住日记，他意识到谁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而且不只是为了活命，他要把这个死局变成翻盘的机会。与此同时，格雷森正坐在颠簸的马车里，盯着报纸上的照片出神。那是他参加剑术比赛时的样子，可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那场比赛他原本是打算故意输掉的。在那场剑术比赛上，格雷森原本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给皇太子当垫脚石，好让那位尊贵的殿下显得英勇无比。可他当时实在太厌烦这种戏码，一个没忍住就把心里的不屑挂在了脸上。结果这一瞬间正好被那些盯着他的人抓个正着。为了自保，他甚至跑去经商，想证明自己对那个位子根本没兴趣。可结果呢？那些人还是不肯放过他，甚至变本加厉，连他的结婚对象都给强行定好了。到底还要他退到哪一步，这群人才肯彻底放心？格雷森心里烦透了，难道非要逼死他，这群人才肯彻底罢手吗？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车窗外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
竟然是伊迪丝！大清早的，这个女人一个人要去哪？格雷森立刻叫停了马车，他倒要看看这位未来的未婚妻到底在搞什么鬼。可伊迪丝走得飞快，完全没发现身后有人在跟着他。看他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显然是出大事了。格雷森就这么跟在后面，看着伊迪丝那头如火般的红发，他突然觉得这个女人似乎和传闻中不太一样。但他很快强迫自己停下脚步，现在还不是露面的时候。而此时的伊迪丝根本没察觉到身后的目光，他一头扎进图书馆，在成千上万本书里疯狂翻找，哪怕只有一句话也好，只要能找到那个秘密的线索，他就能彻底扭转现在的局面。关于那种致命毒药的秘密，伊迪丝终于查到了关键的一页，可还没等他看仔细，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他问伊迪丝是不是对草药感兴趣，这一下差点没把伊迪丝吓个半死。在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人悄无声息地靠近他？伊迪丝僵硬地转过头，眼前的男人笑得一脸温柔，问他是不是在找什么特定的药草。爱德华笑着说：“抱歉吓到你了，看你读得这么入迷，我实在有点好奇。”他看了一眼书，语气轻松地说：“这本其实没什么意思，里面提到的药草都太普通了，不了解植物的人会觉得它们吓人，但只要你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很有趣。”他随口说出几个生僻的名字，全都是伊迪丝梦寐以求的稀有品种。这下轮到他坐不住了。伊迪丝心里乱成一团，自己竟然不小心露了破绽，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到底该不该接他的话？伊迪丝心里直打鼓，这家伙该不会是侯爵家派来的吧？如果真是那样，自己的处境就危险了。就在这时，旁边的管理员走过来喊道：“波特教授，图书馆里请保持安静。”爱德华赶紧道歉：“不好意思，我只是太久没遇到对药草感兴趣的人，一时间有点激动。”伊迪丝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他是学院里的教授，刚才光盯着他的衣服看，差点把正事给忘了。管理员叮嘱他下次注意，爱德华连声答应。爱德华笑着发出邀请：“我们要不要去外面聊聊，专门谈谈那些植物？”虽然身份确认了，但他这种过头的热情还是让人心里不踏实。伊迪丝心里却在打鼓，万一他认识侯爵，自己现在的处境可就危险了。见他没反应，爱德华又抛出一个诱饵，他说能用书里提到的植物亲手泡一壶药茶给他尝尝。伊迪丝整个人都愣住了，那本书上明明写着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剧毒，他竟然说要拿来泡茶。虽然心里还有疑虑，但为了弄清真相，伊迪丝还是点头答应了。爱德华一边走一边感叹，现在的年轻人对药草感兴趣的实在是太少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他可不想轻易放过。爱德华一路上滔滔不绝，他说现在的药草学太冷门了，大家都想去当医生出人头地，没人愿意研究这些万物的基础。伊迪丝听得一头雾水，完全跟不上他的思路，这样下去可不行。光听他说自己什么情报也打听不到，他刚想开口打断，对方却抢先一步做了自我介绍，他说自己叫爱德华，叫他阿德就行。伊迪丝整个人都懵了，哪有第一次见面就让人叫得这么亲热的？他试探着问：“教授，您是专门研究药草学的吗？”结果对方摇了摇头，说自己其实是化学教授，主攻方向竟然是石油。还没等伊迪丝反应过来，爱德华笑着看向他，问他叫什么名字。这下麻烦了，伊迪丝陷入了纠结，到底要不要告诉他真名？万一自己研究毒药的事传到侯爵耳朵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伊迪丝心里很清楚，这种事根本瞒不住，要是现在撒谎以后被拆穿了，反而显得自己心里有鬼。与其遮遮掩掩，不如直接摊牌。他刚准备开口说出名字，身后却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格雷森大步走上前，替他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位是伊迪丝·雷诺兹小姐，也是我未来的妻子。爱德华整个人都傻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对药草感兴趣的姑娘，竟然就是传闻中公爵的未婚妻。伊迪丝也彻底愣住了，这个男人不是应该在忙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还当众宣布了这种关系？格雷森语气平淡，说自己只是刚好路过，顺便问问伊迪丝在这做什么。伊迪丝心里一惊，他刚才竟然直接叫了自己的名字，这种亲密的称呼让他一时间有点没反应过来。旁边的爱德华赶紧打圆场，夸赞伊迪丝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两人正准备深入聊聊药草，格雷森的眼神冷了下来，盯着爱德华问：“你们才第一次见面，叫名字是不是有点太早了？”爱德华被这股气场压得够呛，赶紧改口道歉，称呼也变得客气疏离。伊迪丝表面上说着没关系，心里却凉了大半截。原来这个教授是公爵的朋友，那自己打听毒药的事，岂不是随时都会传到格雷森耳朵里？更让他头疼的是，这个男人明明说自己很忙，现在却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伊迪丝试探着问他：“公爵大人，您现在不忙吗？”格雷森突然提起，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要直呼对方的名字。伊迪丝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小声辩解说，还以为这个约定要等到下次正式约会才算数。格雷森盯着他问：“难道你很讨厌我直接叫你的名字吗？”伊迪丝赶紧摆手否认，他只是觉得像公爵大人身份这么尊贵的人，直呼其名实在太冒犯了。格雷森听完直接笑了，他说名字只是个代号，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显然没料到伊迪丝竟然是因为这种理由才一直对他保持距离。格雷森表现得非常有耐心，他说：“你想怎么叫都行，自己绝对不会强迫他。”站在一旁的爱德华整个人都看傻了，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了幻觉。在他认识格雷森的这20年里，这个男人确实经常在笑，但那些笑容要么是干巴巴的应酬，要么就是带着嘲讽和冷漠，那种礼貌又客气的职业化假笑几乎成了格雷森的招牌。爱德华从来没见过他露出过刚才那种表情，
这下事情真的大条了。这个一向冷血的公爵，竟然在伊迪丝面前露出了这种发自内心的笑容。格雷森试探着问：“你刚才不是说要和伊迪丝小姐讨论药草吗？”谁知道格雷森根本不打算走，他面不改色地说：“既然这样，那我也跟着一起去吧。”爱德华忍不住当场拆台，说：“你平时最讨厌听我唠叨，而且一直觉得聊药草这种事最无聊了。”格雷森却表现得非常淡定，他说自己从来没讨厌过，只是刚好今天突然对药草感兴趣了。爱德华端起一杯茶，轻描淡写地说：“这是用剧毒草药的根泡出来的。”伊迪丝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不就是刚才说的那种能让人没命的毒药吗？结果他当众喝了一大口，还一脸淡定地问：“现在你应该明白这种草药的力量了吧？”伊迪丝表面点头，心里其实全是问号，这男人到底在显摆什么？难道只有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吗？好在爱德华最后解释，这东西用好了也是救命药。伊迪丝这才松了一口气，差点以为这道题没法接了。爱德华还在那滔滔不绝，从这种植物讲到那种植物，简直把科普现场变成了催眠现场。伊迪丝听得头都大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个弗拉林，可对方就是迟迟不入正题，再加上昨晚偷听到下毒计划，他整宿都没合眼。现在这念经一样的声音，简直成了最好的催眠曲。他是真的撑不住了，眼皮沉得像灌了铅，意识也开始变得模糊。谁能想到他就这样当众睡了过去，还直接靠在了格雷森的肩膀上。格雷森看着靠在肩上的伊迪丝，忍不住调侃爱德华：“看来你的课真的很催眠啊。”爱德华还不服气，强调自己可是最受欢迎的教授。结果格雷森一句话就给他怼了回去。可惜伊迪丝小姐并不这么觉得。看着熟睡的伊迪丝，格雷森的眼神完全变了，他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想要触碰那头红发。就在这暧昧的时刻，伊迪丝突然惊醒，整个人直接弹了起来。伊迪丝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连声道歉说自己不是故意的，可格雷森却坐在那半天没回过神来。伊迪丝还在拼命解释，说绝对不是因为课太无聊。格雷森倒是很大方，摆摆手说没关系。其实他心里想的是，看到他这么慌乱可爱的样子，刚才被压麻的肩膀也直了。爱德华也跟着反省，觉得是自己讲的太枯燥，应该先拿那个著名的弗拉林开场，好吸引他的注意力。一听到弗拉林这3个字，伊迪丝就像触了电一样，整个人瞬间清醒。爱德华看他实在太累，刚想提议今天就讲到这，结果伊迪丝急得直接喊了出来：“不准走！我现在精神得很。”伊迪丝总算听到了重点，原来这种毒药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对付。爱德华喝了口茶，语气却变得异常冰冷：“这玩意儿一旦吃下去，人会立刻咳血没命。最绝的是，就算你有解药也救不回来，因为中毒的人会不停呕吐，药根本就喂不进去。”可就在这时，爱德华话锋一转，说出了那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其实弗拉林还有一种特殊的中和剂。爱德华提到的这种草药，虽然不能直接解毒，但能大大减缓毒发的速度，这就等于争取到了救命的时间。可伊迪丝心里清楚知道，方法是一回事，能不能拿到药材又是另一回事。那些东西都被仆人们严密看管，想神不知鬼不觉的弄到手，简直比登天还难。就在他愁得不行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伊迪丝小姐。”他猛地回过神来，这才想起格雷森一直陪在身边，刚才光顾着想毒药的事，竟然把这位公爵大人给晾在一边了。看着眼前这张无可挑剔的脸，伊迪丝一时间竟然看呆了。不得不承认，这男人长得确实是有点过分了。伊迪丝看着眼前的男人，忍不住在想，如果自己只是个普通的贵族小姐，是不是也会像别人一样，仅仅因为这张脸就陷进去？但这种假设根本没意义，现实比幻想残酷得多。他背负的那些秘密，注定让他没法像常人一样去爱。格雷森主动提出要送他，语气温柔的让人沉溺，可伊迪丝连头都没回，直接开口拒绝了。这种客套的关心，只会让他好不容易筑起的防线彻底崩塌。看着伊迪丝离开的背影，格雷森这才拿出怀表，发现时间早就过了，这下确实耽误事了。他现在满脑子都在后悔，觉得自己刚才真是脑子抽了，为什么要跑去管那档子闲事？结果把最重要的见面给错过了。还没等他想好怎么解释，利奥波德就气冲冲地跑了过来，隔着老远就开始大喊大叫。看这架势，对方显然已经等了很久，火气大的根本压不住。格雷森这回怕是很难交代过去了。整整2个小时，利奥波德等得火冒三丈，一见面就开启了质问模式，想知道格雷森到底去哪鬼魂了。他甚至怀疑格雷森私下见了皇太子。谁都知道利奥波德和卡修斯不对付，虽然卡修斯已经坐稳了位置，但那股子陈年旧怨可不是轻易能消掉的。利奥波德摆摆手，不想再提那个让人头疼的疯子，他现在有更感兴趣的目标。他盯着格雷森的眼睛，语气突然变得玩味起来。比起那些破事，你还是先跟我聊聊伊迪丝吧。他一上来就打听昨天的约会，还非要问那个伊迪丝是不是真像传闻中那样是个疯婆子。见格雷森没搭理他，反而越说越起劲，甚至把人家家里的丑闻都翻了出来，说伊迪丝的母亲埃莉安娜就是个会用邪术的狐狸精，当初埃莉安娜能上位，全靠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段，把侯爵迷得神魂颠倒。利奥波德越说越离谱，最后竟然盯着格雷森问：既然他母亲是个女巫，那伊迪丝是不是也学了什么邪门本事，才把你勾引的连正事都忘了？格雷森心里很清楚，对方坐在这儿就是在等他一个表态。可现在的局面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坑，报纸上到处都在转，伊迪丝是个精神不正常的疯女人。如果真把这种女人娶回家，她在家族继承权的争夺战里，基本上就彻底出局了。
虽然心里算盘打得响，但他脸上还是挂着得体的微笑，看起来像是对这桩婚事很满意。哥哥，你有点太势利了。格雷森语气平淡，他说到底以后也会是我的妻子。利奥波德在一旁附和，父亲这次确实过分了，竟然给你安排了这样一个女人。虽然嘴上说着同情，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个叫伊迪丝的女人确实漂亮。我听说你有件事要告诉我。哥哥绕了这么大一圈，利奥波德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想搞个救济中心，说白了就是来要钱投资的。利奥波德之所以仍觊觎王储之位，是因为他的妻子卡洛琳。卡洛琳根本不满足于现状，他心里的野心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大。而国王却未察觉他的野心，犯了个错误，让二皇子娶给了科尔特斯公爵的女儿。他故意提议建立救助中心，就是为了博取名声，连利奥波德都被他给耍了。格雷森表面上还在装大方，说自己出钱投资，连名字都不用数，这副慷慨的样子，连利奥波德都忍不住夸他。可一提到那个女巫伊迪丝，气氛马上就冷了下来。利奥波德嘴上说着等以后有了孩子日子就好了，格雷森面上带着笑，心里却在冷笑。这种日子真的会有变好的一天吗？没人比他更清楚，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父亲虽然娶了现在的王后，可心里始终记挂着死去的原配，哪怕过了25年，这份偏爱也从来没消失过。这种不公平的爱让小妹至今都在渴望父爱，但在他眼里，爱这种东西只会让人变蠢，甚至让人失去理智。所以对他来说，这场婚事反而是件好事，因为那个叫伊迪丝的女人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期待。这种各取所需的交易才是最稳固的关系。在所有人眼里，伊迪丝这个女人根本没有感情，她好像完全不在乎谁爱她，只在乎手里的筹码。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简直要把茱莉亚给气疯了。他看着报纸上的订婚消息，恨不得把桌子都给掀了。莉莉安怎么都想不通，格雷森那样优秀的男人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女人的求婚，甚至连父亲都站在伊迪丝那边。莉莉安一边喝着茶，心里却全是恶毒的念头。凭什么这种好事偏偏落到了伊迪丝头上？如果这桩婚事真的这么容易，那坐在格雷森身边的人本该是他才对。在他看来，这场婚事从头到尾就是场交易。国王为了降低盐税，直接把格雷森给卖了。如果对方是那个贝利塔，他或许还能勉强接受，毕竟人家各方面都优秀，还一直暗恋着格雷森。可偏偏是伊迪丝这个女人，他这辈子都瞧不上。当初母亲才刚去世，伊迪丝的妈妈就带着她进了家门，活像个早就等在门口的狐狸精，不仅勾引了父亲，还彻底抢走了属于母亲的位置。这种仇他怎么可能轻易放下？在莉莉安的记忆里，伊迪丝母女就是一对寄生虫，为了金钱和权势，他们抛弃了原本的家庭，厚着脸皮闯进了雷诺兹家，看着仆人们围着伊迪丝转，夸她长得像洋娃娃一样漂亮。莉莉安心里的火就压不住，她觉得这两个外人抢走了本该属于她的一切，所以只要大人不在场，莉莉安就会变着法子欺负伊迪丝，掐他踢他，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这个孩子身上。可每次到了关键时刻，伊迪丝的母亲埃莉安娜总会像个幽灵一样冲出来，死死的把女儿护在怀里。埃莉安娜盯着莉莉安警告说，莉莉安，不许你碰我的女儿。这种毫无底线的偏爱让莉莉安心里的恨意彻底失控，她当时就在想，一定要让伊迪丝这辈子都活在痛苦和腐烂里。看着伊迪丝大声哭喊却根本没法还手的样子，莉莉安觉得那简直是她这辈子见过最顺眼的画面。她坐在窗边低声感叹，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可真舒心啊。茱莉亚却冷笑着说，莉莉安，你现在不住在庄园里反倒是一件好事，省得你每天看着伊迪丝在那摆出一副公爵夫人的臭架子，让人看了就反胃。至于那个茱莉亚，虽然同样让人讨厌，但谁让她家里有钱呢？只要父亲还没榨干她的价值，就要先忍着她。不过最让茱莉亚受不了的是，那个迈尔斯公爵今天竟然又亲自来接伊迪丝了。两个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手牵着手走出了庄园，这简直是在往莉莉安的心口上捅刀子。眼看婚礼只剩2个月，伊迪丝就要变成人人羡慕的准新娘，莉莉安心里这把火烧得她几乎要发疯。就在这时，莉莉安递过来一句话，她说，我这儿倒是有一种好药，这药只要往脸上一抹，皮肤就会开始溃烂长脓包，到时候必须得动刀子切开，这辈子都别想把疤痕消掉。茱莉亚听完，嘴角终于露出了笑意，一个满脸疤痕的新娘，那场面一定很有趣。正好伊迪丝房门口的守卫是个爱偷懒的货，只要把这药混进他的面霜里，一切就神不知鬼不觉了。看着报纸上那对风光的准新人，莉莉安冷笑了一声，真是可怜呐。在他眼里，接下来的悲剧全都是伊迪丝自找的，谁让这个女人非要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最不该做的就是抢了属于她的男人。格雷森低声问，是不是累了？伊迪丝摇摇头说，只有一点点。结果对方突然凑近，问他是不是觉得无聊，这距离实在有点太近了。算上在学院的那次，这已经是2人的第5次约会，现在的关系已经到了偶尔可以牵手的程度。虽然知道在别人面前这一切都只是在演戏，但格雷森偶尔靠得这么近，完全没个分寸，哪怕明知道他没那个意思，心里还是平静不下来。在王都最繁华的地段，有一座属于马特奥的豪华剧院，大多数贵族只是来这看戏，可公爵不一样，他第1次约会就带我来了这里。这家剧院的水平其实很一般，剧情一眼就能看到头，演员也只能算凑合。可格雷森偏偏执着于这里，难道他真的喜欢这种地方？母亲的日记里也提过水晶剧院，那里的演员全都很年轻，可一旦演出结束，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们。一旦他成为公爵夫人，他得调查那些剧院，
伊迪丝忍不住问：“你真的喜欢这家剧院吗？”格雷森冷淡的回答：“只是因为水晶剧院的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格雷森随口的一句话，差点让伊迪丝没接住。他居然想下次带他去水晶剧院，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要是再问下去，恐怕就要露馅了。更麻烦的是，格雷森把约会行程排得太满，从早到晚根本不给喘息的机会。虽然表面上是在约会，但实际上这更像是一种全天候的监视。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在毒发之前利用这些约会的间隙，找到活下去的办法。伊迪丝突然提议不去博物馆了，改去皮内罗公园，怎么样？其实去公园只是个借口，真正的目标是旁边的森林。母亲在日记里写过，那里住着知道只要线索的人。格雷森却冷淡地拒绝了，说下次再去，今天必须按原计划行动。以前为了不惹麻烦，总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但这次不一样，这关系到能不能活下去，绝对不能再退缩了。伊迪丝还在找借口，说下次约会可能会下雨，想趁现在把格雷森带去公园。格雷森却根本不吃这一套，在他眼里定好的计划就必须遵守。伊迪丝这次也没打算让步，直接回对了一句：“改变计划又不会要了你的命。”这下格雷森彻底起疑了，他盯着伊迪丝问：“你为什么非要去那个公园？非要一个理由是吗？”可真正的理由绝对不能让他知道。谁能想到伊迪丝憋了半天，竟然编出个想去看松鼠的理由？这借口听起来简直荒唐透顶。格雷森整个人都听傻了，为了几只松鼠就要大费周章改计划，这在他看来根本不可理喻。可看着他那副坚持的样子，格雷森最后还是妥协了。行吧，那就先去公园。伊迪丝赶紧笑着道谢，结果格雷森冷不丁回了一句，说他阴阳怪气的本事倒是见长。虽然计划是成功更改了，但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得在格雷森的眼皮子底下进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格雷森嘴上不饶人，说讽刺别人也是贵族的本事，可看到伊迪丝脸上的笑意，他心里那道防线竟然松动了。自从在学院重逢以来，他整个人总是死气沉沉的，像这样发自内心的笑容，格雷森已经很久没见过了。马车摇摇晃晃的往前走，格雷森盯着他看，还是觉得不可思议。难道他真的这么喜欢松鼠吗？虽然觉得这个理由有点幼稚，但他还是为了这个笑容，破天荒的改了行程。不过格雷森最后还是补了一句，这次是看在理由可爱的份上，以后绝对不准再这样突然变卦。面对格雷森的警告，伊迪丝干脆耍起了无赖。他说自己本来就是个疯女人，情绪反复无常，那是再正常不过。既然你当初决定要结婚，那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忍受这种随时会变卦的折磨。这下格雷森彻底没话说了。他看着眼前这个理直气壮的女人，不仅没觉得生气，反而觉得这种日子挺有意思，甚至开始期待她下次还会出什么招。马车很快就到了地方，格雷森绅士的扶她下车。格雷森盯着那个野餐篮，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哪是临时起意看松鼠，分明就是有备而来。不过看着阳光这么好，他竟然觉得这种浪费时间的散步好像也没那么糟糕，甚至还有点意思。可就在两人刚要进公园时，半路突然杀出个熟人，一位盛装打扮的女士挡住了去路。她笑着打了个招呼，直接喊出了格雷森的头衔。原来她就是梅森小姐，那个被莉莉安反复提起的贝丽塔。莉莉安之前可没少告状，说这个女人没羞没臊的勾引公爵。看她现在这副样子，正娇滴滴的跟公爵套近乎。公爵大人，您送的茶叶我收到了，味道真的特别好闻。格雷森倒是大方，直接回了一句你喜欢就行。贝丽塔赶紧顺着话茬，笑得那叫一个甜。只要是您送的东西，我哪有不喜欢的道理。站在一旁的伊迪丝心里顿时凉了大半截，原来他们私下里已经到了互送礼物的地步，这关系恐怕比传闻中还要亲密得多。贝丽塔越说越过分，甚至当着面开始撒娇，只要公爵大人偶尔能想起我，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伊迪丝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全程都知道她是格雷森的未婚妻，贝丽塔不可能不知道。可这个女人完全没把她放在眼里，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懒得施舍，这种明目张胆的无视，简直比直接扇巴掌还要疼。格雷森不想再纠缠下去，搂住伊迪丝说：“我们先走一步。”贝丽塔嘴上说着抱歉，可就在两人转身的一瞬间，她又突然开口了：“公爵大人，之前给您发的茶会邀请函，我可是一直没等到回信呢。如果您能大驾光临，那真是我的荣幸。”贝丽塔还不肯罢休，特意补了一句：“当然也要带上伊迪丝小姐。”伊迪丝在心里疯狂祈祷，千万别答应，千万要拒绝他。对他来说，这种茶话会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地方，去了只会成为全城的笑柄。到时候所有人都会对着他指指点点，连带着格雷森也要跟着丢脸。伊迪丝心里很清楚，那些人会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只要抓到一个错处，就会想尽办法把他赶走。可还没等他想好怎么拒绝，格雷森竟然开口了：“好，我们会去的。”他最担心的是，终究还是要发生了。等贝丽塔走远了，伊迪丝终于忍不住开口：“公爵大人，我其实一点都不想去那个茶会。”格雷森停下脚步，语气平静地问：“能给我一个理由吗？”这下伊迪丝彻底没话了，那些被排挤、被嘲笑的真相，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有些事一旦说穿了，就再也没法回头了。伊迪丝低声说出了真相：以前每次参加聚会，他都会被人骂成疯子，甚至还会被那些人动手欺负。可格雷森的语气却异常冷静，他说：“既然要当公爵夫人，有些场面就必须得学会去撑，一味的躲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已经约会过这么多次了，是时候该一起公开露面了。”伊迪丝终于忍不住了，他盯着格雷森说：“公爵大人，你倒是挺有主意的，但下次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个贝丽塔以前根本没把他当人看，现在主动邀请他参加聚会，绝对没安什么好心。一想到那些冷嘲热讽的嘴脸，伊迪丝就觉得心里发凉。这场聚会还没开始，他就已经能预见到自己会被欺负成什么样了。在伊迪丝的记忆里，母亲艾莉安娜总是那么优雅，不管别人说话多难听，她都能体体面面的处理好。可自从母亲去世后，那些明里暗里的欺负就全落在了伊迪丝一个人身上，没人再会把她护在身后，也没人再替她挡住那些恶意。这种孤立无援的滋味，她真的受够了。母亲已经不在了，现在的伊迪丝只能一个人硬扛。他看着眼前的格雷森，心里很清楚，这个男人是他目前唯一的靠山，在自己羽翼丰满之前，绝对不能跟他闹僵，必须得想办法哄好他。格雷森无奈的开了口，他说：“既然你提了建议，那也得听听我的。你这说话说到一半就低头，真让我拿你没办法。”伊迪丝听完反倒笑了，他说：“公爵大人，原来这世上还有你搞不定的事。”格雷森竟然也没反驳，只是淡淡回了一句：“还真是。”这气氛一下子就变了，两人的距离好像又近了一点。格雷森这次是认真的，他当面许下承诺，以后不管要做什么计划，都会先找伊迪丝商量，凡事都听他的。这番话让伊迪丝彻底愣住了，在他的记忆里，侯爵只会动不动就上手，从来没人问过他想不想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尊重，反而让他有点不知所措了。格雷森接着提议说：“过2天的聚会，咱俩得一块儿去，毕竟已经跟人约好了，不能失约。”这种被当成同伴对待的感觉，让伊迪丝心里五味杂陈。看来接下来的这场聚会，他必须得打起精神了。伊迪丝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在给自己打气，只要咬咬牙忍过这一次，一切就都结束了。可就在这时，格雷森突然停下了脚步，看着眼前的禁区警告，他转头问：“要不咱们先回去？”伊迪丝看着森林深处，他心里很清楚，想要找到那些人，就必须得往更危险的地方去。伊迪丝随口找了个借口，说松鼠应该都在森林更深的地方。格雷森看了看他手里的篮子，笑着问：“这里面是不是给他们带的见面礼？”伊迪丝只能含糊的应了一声。格雷森倒也干脆，既然这样，那咱们就接着往里走吧。格雷森心里很清楚，伊迪丝这葫芦里肯定卖着药呢，找松鼠这种借口也就骗骗小孩，但他现在确实被勾起了好奇心，想看看这条路的尽头到底藏着什么。虽然他平时最讨厌鞋上沾泥，但为了看清这个女人的真面目，他决定今天就破例忍这么一回。格雷森看着眼前的木屋，这下真相大白了，哪有什么松鼠？伊迪丝费劲巴拉绕了这么大一圈，原来是为了找那些吉普赛人。难道在他眼里，这些人跟松鼠一样可爱吗？他甚至开始担心，要是再这么由着他折腾下去，以后家里怕是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了。伊迪丝还在那儿演呢，故作惊讶地说：“这荒郊野岭的居然还有房子。”格雷森在一旁听得只想笑，心说这演技实在太烂了，简直是漏洞百出。他干脆顺着话茬反问一句：“说住在这儿的能是什么人呢？”就在两人互相试探的时候，屋里突然传来了动静。谁能想到这屋里冲出来的不是松鼠，而是一个连滚带爬的老妇人。伊迪丝并没有被吓跑，反而一脸温柔地扶住对方，轻声问：“是不是吓着老妇人了？”老人家吓坏了，嘴里一直念叨着：“求求你们别把我抓走，我马上就离开这里。”伊迪丝赶紧握住他的手，轻声安慰说：“奶奶别担心，没人会带走你的。吉普赛人有很多种，那些开店安顿下来的人被城市容忍，可在这个地方像他这样无依无靠的人，处境其实非常危险。只要被那些卫兵盯上，下场不是被赶走，就是被卖给那些黑心的奴隶贩子。既然这些吉普赛人地位这么低，那他们身上到底还有什么值得被盯上的秘密？想要收服一个人的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到他们最渴望的东西。”伊迪丝笑着问：“老人家，您是不是饿了？要不要吃点东西？”其实对于这些受尽白眼的人来说，填饱肚子固然重要，但他们内心深处最缺的，其实是那份久违的尊重。老人家一脸警惕地问：“你到底想从我这得到什么？”伊迪丝摇了摇头说：“我只是看您饿了，没别的意思。”老人家根本不信，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他早就已经不相信这世上还会有无缘无故的好意。老人家终于松了口，他说：“看在伊迪丝这么真诚的份上，愿意报答他。”问他到底想要什么？这件事绝不能让格雷森知道。那个侯爵简直就是个疯子。那个男人不仅想要他的命，甚至还打算把脏水全都泼到格雷森身上。如果格雷森知道了真相，这门婚事肯定就吹了，他绝对会趁机退婚。伊迪丝心里很清楚，他必须得嫁给格雷森，因为这是他唯一能逃离侯爵府活下去的机会了。伊迪丝找了个借口，说自己马上要结婚了，想找点能让皮肤变好的草药，好在婚礼上展现最完美的一面。老人家心领神会，笑着说要送他一份新婚大礼，专门准备一些美白的草药。可这一幕全都被远处的格雷森看在眼里，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女人是不是在瞒着他什么？老人家察觉到了他的视线，故意埋怨他说他其实可以在外面等的。就在两人错身的瞬间，伊迪丝悄悄在他手心写下弗拉林。老人家压低声音警告，那东西太危险了，尤其是它的根部，一旦用了肯定会留下抹不掉的痕迹。他劝伊迪丝换一种药，还暗示说如果真想除掉什么人，有的是杀人于无形的毒药。伊迪丝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对方以为他是想要买凶杀人，他赶紧解释自己不是要害人，而是为了救人。老人家听完沉默了，这药虽然能救命，但对女人的身体伤害极大，一旦用了，这辈子可能就彻底毁了。老人家的话像一记重锤，这药一旦吃下去，伊迪丝这辈子恐怕都没法生孩子了。怀孕这2个字对他来说
太沉重了。格雷森曾经亲口说过，希望婚后半年就能有孩子。在他眼里，伊迪丝不过是个工具。如果一个疯女人生下了继承人，那他的家族就彻底没用了。伊迪丝死死攥住裙角，眼神却变得异常冷酷。没法生孩子又怎么样？他根本不在乎。等格雷森发现真相的时候，一切早就该结束了。不管是他死，还是那些仇人死，这纠缠了数年的恩怨，很快就会有一个彻底的了断。只要拿到了这个，伊迪丝随时都能丢掉公爵夫人的头衔，彻底离开那个鬼地方。老人家把篮子递给他，还不忘大声叮嘱说：“这药草长得像干枯的人手，磨碎了敷脸效果最好。”伊迪丝接过篮子，礼貌递到了谢。刚走出房门，格雷森就冷不丁地问了一句：“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伊迪丝面不改色，笑着回了一句：“多亏了公爵大人，我想要的已经拿到了。”格雷森突然冒出一句，说这顿午餐是他费心准备的。伊迪丝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他已经看穿了？这次出门其实是早有预谋。为了不让他起疑，伊迪丝赶紧找了个借口，说准备午餐，只是想找机会跟他单独相处。格雷森听完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淡淡的笑了笑，招呼他一起往回走。伊迪丝总算松了口气，还好他没有继续深挖下去，不然这篮子里的秘密恐怕就藏不住了。现在药根已经到手，接下来得找个隐蔽的地方提前制药。可这种药到底该在什么时候吃下去才最合适呢？格雷森突然伸手一把将伊迪丝搂进怀里，低声问他还好吗？伊迪丝整个人都愣住了。自从母亲去世以后，这还是他第一次被人这样紧紧地抱着。这个怀抱宽阔又温暖，虽然跟母亲的感觉完全不同，却让他感到一种久违的安心。他甚至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像小时候那样把脸埋进他的胸膛，公爵会是什么反应？但他大概会吓一跳吧，甚至会觉得她是个不知廉耻的粗俗女人。格雷森盯着她的眼睛，轻声叫着她的名字，说她的眼睛真的很漂亮。在他眼里，这双橙色的眸子就像两轮正在升起的太阳，让人根本挪不开眼。气氛在这一刻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伊迪丝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格雷森慢慢靠近，语气温柔的让人沉溺。他说：“现在应该是吻你的时候了。”夕阳洒在两人身上，这一刻的时间仿佛彻底静止了。伊迪丝这才想起来，他们之间确实有个计划，按部就班的牵手，然后在第4次见面时浅尝辄止。可谁能想到，真正发生的时候，这感觉根本不受控制，这跟预想的完全不一样。这种冲击力让他整个人都彻底乱了阵脚。明明只是个吻，为什么脑子里全是刚才的画面？伊迪丝拼命告诉自己，这不过是公爵计划里的一环，等以后结了婚，比这更过分的事多的是。可越是这么想，那种感觉就越是挥之不去，甚至觉得其实感觉还不赖。不行，快给我停下，别再想了！拍拍脸，赶紧清醒一点，现在保命才是最重要的，必须尽快把解药准备好。可手里的动作停了下来，脑子里那个念头又冒了出来，既然感觉不坏，那公爵以后还会继续吻她吗？不行不行，伊迪丝，你快打住！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活下去才是头等大事。看着手里的草药，伊迪丝突然开始在意自己的脸，毕竟比起莉莉安那种完美的皮肤，自己现在的样子确实差远了。原本只是为了保命，可一想到格雷森之前的触碰，他就没办法再冷静下来。万一以后他还要再靠近呢？总不能让他摸到一张粗糙的脸吧？除了母亲，从来没有人那样夸过他的眼睛。格雷森的一句话让伊迪丝的心彻底乱了。眼看离婚礼只剩下2个月，他突然想起以前听过的秘方，他想起老人家的话，这种草药只要磨碎了用，就能让皮肤变得像丝绸一样光滑。虽然以前从不在意这些，但现在他真的想为了那个男人试一次，哪怕只有一点点改变，他也想在那天展现出自己最美的一面。算了，反正也没人在意我的皮肤。伊迪丝强迫自己放下药瓶，现在可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这股刺鼻的药味让他彻底清醒。2个月后的婚礼根本不是什么幸福的终点，公爵还有莉莉安那些人，个个都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只要走错一步，等待他的就是万丈深渊。那些人虽然恨他，但暂时还不敢要他的命。伊迪丝很清楚，现在还没到绝望的时候。想起母亲临终前那句无力的道歉，他知道悲伤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为了能在这深宅大院里活下去，他必须比任何人都要清醒。他翻出那本尘封已久的笔记本，决定像母亲当年那样，把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迈尔斯公爵这个人总是在说话时突然沉默，这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行为，让伊迪丝觉得他真的很奇怪。他本想在日记里写点正经的，可笔尖停在纸上，却怎么也落不下去。这样随手乱写真的没问题吗？转念一想，母亲当年好像也是这样，想到什么就记下什么，没必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他深吸一口气，在纸上写下了关于草药的琐事。既然决定要记录，那就从这些最真实的小事开始吧。我想活下去，这是伊迪丝在日记本上写下的第一句真心话。哪怕这个世界已经烂透了，哪怕最疼他的母亲已经不在了，他也曾反复问自己，在一个没有光的世界里，这样拼命挣扎到底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苟延残喘吗？不，当笔尖再次划破纸张，他的眼神里只剩下冰冷的恨意。既然你们毁了我的一切，那我就要亲眼看着你们在绝望中彻底崩溃。幻觉中那场大火烧得真旺，看着仇人在无助中挣扎，伊迪丝甚至觉得这才是他和母亲该有的结局。可还没等他从快感中回神，脸颊上突然传来一阵刺痛，那种火辣辣的感觉真实的让人害怕。他下意识地摸向脸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明明还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当他颤抖着看向镜子，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如坠冰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镜子里的这张脸简直让他不敢相信，明明以前从来没长过这些东西，现在却变成了这样。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推开了。茱莉亚惊讶地喊道：“老天爷，伊迪丝，你的脸怎么变成这样了？”伊迪丝急得都要哭了，用了那个东西之后，脸竟然变成了这富贵样子，眼看马上就要结婚了，这可怎么办？茱莉亚却一脸淡定地说：“肯定是你涂抹的方式不对，你应该更仔细一点，多涂几层才行。”单纯的伊迪丝还在问：“只要多涂一点，真的就能好吗？”茱莉亚嘴上说着当然，可看着伊迪丝那张毁掉的脸，心里想的却是真恶心。她催促伊迪丝再涂一层，赶紧睡觉，可谁都能看出来，这根本不是在帮忙，而是在推她下火坑。茱莉亚临走前还不忘叮嘱：“要是让侯爵大人知道就麻烦了，在脸好起来之前，你一定要把它藏好，听明白了吗？”可一转身，他的眼神就全变了。侯爵现在巴不得赶紧把她嫁给公爵，要是看到这张毁掉的脸，那场面一定很有趣。想到这，茱莉亚再也忍不住了，发出一阵令人发毛的冷笑。活该，真是活该。她一边走一边笑，仿佛已经看到了伊迪丝彻底跌入深渊的样子。茱莉亚恨不得现在就冲过去，把伊迪丝拽到大街上，让所有人都看看她那张像女巫一样的鬼脸。这种报复的快感让她整个人都兴奋到了极点。当初所有人都拿她的长相去跟艾莉安娜比较，那种被比下去的滋味，她这辈子都忘不了。既然当妈的让她不痛快，那就让女儿来偿还。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伊迪丝也该好好尝尝了。小姐，您怎么了？看着伊迪丝毁掉的脸，女仆莱尼吓得魂都没了，这可是要出大事的。伊迪丝反而冷静了下来，她叫住慌乱的莱尼，因为她已经意识到这件事绝不是意外，有人在她的护肤水里动了手脚。莱尼根本不敢相信，在这府邸里谁敢下这种狠手？伊迪丝缓缓说出一个名字：茱莉亚。茱莉亚通常在做了坏事之后会来找她和母亲，只是为了享受那场余波。看到茱莉亚今天来找她，叫她多涂点那个爽肤水，看来茱莉亚肯定在药里动了手脚，他们这是想要彻底毁了她的脸。既然对方已经出招，那就不能坐以待毙。伊迪丝冷静下来，对身边的莱尼低声吩咐：“接下来的话你记好了，现在就去买一顶戴面纱的帽子，记住千万不能让任何人发现。”莱尼虽然还在后怕，但还是立刻点头答应。莱尼急匆匆地跑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伊迪丝一个人。虽然莱尼看起来很忠心，但在这个到处是眼线的府邸里，他还不敢把命交到对方手上。看着镜子里这张毁掉的脸，伊迪丝心里很清楚，就算这次治好了，茱莉亚肯定还会找下一次机会。既然对方这么想看他倒霉，那不如将计就计，让茱莉亚以为自己已经赢了。只有让敌人放松警惕，他才能找到反击的机会。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莱尼的声音：“小姐，我把东西拿回来了。”伊迪丝接过莱尼带回的东西，轻声说了句谢谢。他想起老妇人曾教过他，如果把它们磨碎后混合到爽肤水里，对皮肤会很有帮助。小姐，您真的要用这种东西吗？看着伊迪丝把那碗黑乎乎的东西往脸上抹，莱尼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伊迪丝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伊迪丝叫住莱尼，让他再去办一件更隐秘的事，去那个鱼龙混杂的街区找一个最厉害的化妆师。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侯爵竟然在这个时候直接闯了进来。他大声喊着伊迪丝的名字，语气里满是急躁。他猛地冲了进来，二话不说就掀开了伊迪丝的面纱，那张布满红斑的脸就这样彻底暴露在灯光下。他指着伊迪丝的脸大吼，问他到底是怎么搞的。在他眼里，这张脸可是他换取权力的筹码。伊迪丝立刻反应过来，茱莉亚那个女人果然没安好心，肯定是她故意把消息透露给侯爵，就是为了看他们父女反目。侯爵气得语无伦次，骂他是个没用的废物，连自己的脸都守不住，简直丢尽了他的颜面。侯爵彻底失去了耐心，他狠狠揪住伊迪丝的头发，咬牙切齿地警告他，如果这桩婚事要是吹了，绝对没他好果子吃。在他眼里，伊迪丝根本不是什么亲人，只是一个用来交换利益的工具。要是这张脸毁了，那这个工具也就没用了。他一把将伊迪丝甩在地上，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让他老老实实待在房间里，哪儿也不许去。侯爵转身离开，吩咐手下立刻去叫医生过来，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这张脸恢复原样。伊迪丝独自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一句话也没说。医生检查完后摇了摇头，说是化妆品过敏导致的红肿，虽然涂药能消下去，但恐怕脸上会留下疤痕。侯爵这下彻底爆发了，指着鼻子就开始破口大骂，说下等人果然烂泥扶不上墙，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莱尼急匆匆地冲到跟前，带着哭腔问小姐，您还好吗？看着莱尼的样子，心里真不是滋味，自己受辱也就算乐，还要连累身边的人跟着受罪，眼睁睁看着自家主人被欺负，对他来说该是多大的折磨啊！到底是挨打更疼，还是眼睁睁看着亲近的人受苦更疼？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比脸上的伤口更让人难受。伊迪丝轻声说：“莱尼，对不起。”莱尼紧紧抱住他，声音都在打颤：“小姐，您快别说了，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呀。”侯爵装出一副好心肠，说是为了让伊迪丝身体好转，才准许他出门走走。但他紧接着就警告，在外面要把嘴闭严实了，别给家里丢人现眼。这话听起来简直是个笑话。盯着他身边那个女人，伊迪丝心里很清楚，与其担心我会乱说话，不如先管好你身边那个茱莉亚吧，她才是那个最藏不住秘密的人。伊迪丝推开门，看着眼前这个不修边幅的男人，问：“你就是那个化妆师杰尔顿吧？”
杰尔顿头也不抬，语气里全是傲慢。他说：“像你这种贵族小姐找上门，无非就是想让我牵线搭桥，去见见哪个男演员吧。”他冷笑着下了逐客令，想追星就去剧院，我这里可不买卖演员。谁能想到伊迪丝冒着风险找过来，竟然被当成了无聊的追星族。杰尔顿根本不想多废话，他说：“水晶剧院是马特奥的地盘，那里只演戏，可不做人口买卖。既然话不投机，他直接下了逐客令，让伊迪丝赶紧离开。可谁都没想到，就在杰尔顿转身的一瞬间，伊迪丝缓缓摘下面纱，露出了那张布满红斑的脸。他说：“如你所见，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他想起母亲日记里的话，到了这种生死关头，该花钱的时候绝对不能手软。伊迪丝直接甩出1枚金币，盯着愣住的杰尔顿说：“这是定金，我要你帮我把这张脸藏起来，只要事情办成，还会再额外支付10个金币。”但他的要求却非常古怪，他要杰尔顿在他的皮肤康复后，用化妆术帮他伪造出现在的红斑，让他的脸看起来和现在一模一样。杰尔顿看着手里的金币，整个人都僵住了。这1枚金币就够普通人家生活3个月，而眼前的女人竟然随手就甩出一堆。伊迪丝最后冷冷地补充了一句：“拿了这笔钱就要把嘴闭严实了，哪怕这张脸永远治不好，他也会支付5个金币作为报酬。这笔足以改变命运的巨款。”杰尔顿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杰尔顿这下彻底没脾气了，他忙不迭地答应下来，甚至拍着胸脯保证绝对不会把今天的事说出去。伊迪丝重新戴上面纱，看着眼前这个对自己唯唯诺诺的男人，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雷诺兹家族的人会为了钱发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钱确实能让最难办的事变得轻而易举。格雷森坐在回程的马车上，脑子里却全是之前那个吻。他以前一直觉得这种亲密接触既无聊又没意义，但当他看到伊迪丝闪亮的眼睛时，他竟然鬼使神差地吻了下去。那种感觉就像是着了魔，让他这个一向冷静的人彻底失去了控制。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对他来说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有时候事情和计划不一样，其实没那么糟。格雷森在马车上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身影，伊迪丝小姐，哪怕只是一个背影，哪怕只是一抹红发，他也绝对不会认错。这种熟悉感让他根本没办法做事。不管，格雷森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跳下马车，快步追了上去。格雷森都已经走到身后了，伊迪丝竟然还没发现，他正垫着脚尖费劲地够着书架上的书。看着他这副迟钝的样子，格雷森干脆直接出手，从后面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这突如其来的接触把伊迪丝吓了一跳，伊迪丝先开了口，礼貌地叫了一声公爵大人。这下轮到格雷森尴尬了，他在心里暗暗后悔，明明直接叫名字就行，刚才干嘛非要伸手去碰他？这种反常的举动，连他自己都解释不清楚。为了掩饰心里的慌乱，格雷森只能重新摆出架势，正式称呼她为伊迪丝小姐。伊迪丝赶紧低头道歉，她现在心里乱成一团，本来只是想偷偷出来买本护肤书，结果偏偏撞上了格雷森，这下计划全乱套了。他还没想好怎么解释脸上的伤，更不敢想象如果格雷森看到面纱下的真相，到底会是什么反应。伊迪丝有话想说，格雷森却说自己现在很忙。伊迪丝在心里疯狂吐槽，既然这么忙，刚才装没看见不就好了吗？格雷森嘴上说着自己很忙，却反手给伊迪丝发了个邀请，问他要不要一起去百货商店。他甚至直接要求伊迪丝先陪他去办事，剩下的等会儿再慢慢聊。伊迪丝可以随便刷他的卡，想要什么尽管买。伊迪丝这下不纠结了，反正脸上的秘密迟早要说，现在还能用公爵的名义买书，这种便宜不占白不占。他立刻换了一副态度，乖乖答应。格雷森这次是动真格的了，直接带他来到自家的百货商店，当众宣布伊迪丝就是未来的公爵夫人。米洛傻眼了，毕竟这位公爵8年来身边可从来没出现过任何女人。看来报纸上说的没错，堂堂公爵竟然真的被迷住了。可为什么这个女人从头到尾都不肯摘下那顶面纱帽呢？他的妻子从茶会回来时，不停地赞美伊迪丝惊艳的美貌。要是伊迪丝是侯爵亲生的女儿，他早就想办法让这姑娘当儿媳妇了。虽然隔着一层厚厚的面纱，但伊迪丝举手投足间的贵气，确实让在场的人没话可说。格雷森把人送到位，就准备离开。他这次来可不是为了陪未婚妻逛街，而是要去见一位非常重要的大人物。在去往商店的马车上，伊迪丝试探着问了几句，没想到格雷森表现得非常坦诚，完全没有要隐瞒的意思。他要与埃德斯王国的德尔克·奥梅尔会面。这下轮到伊迪丝愣住了，他原本以为公爵会守口如瓶，结果对方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反而让他觉得很安心。虽然接下来的路程没人在说话，但这种一问一答的默契，已经让伊迪丝感到足够了。第一次百货店的伊迪丝直接被眼前的奢华给镇住了。这地方不仅装修得像皇宫，还是连续5年的全球销量冠军。米洛提起自家老板，那是满脸自豪。谁能想到这整套商业系统，竟然是格雷森14岁时就构思出来的？原来这位公爵不仅有权有势，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这下伊迪丝对他又有了新的认识。听到格雷森16岁就事业有成，伊迪丝心里五味杂陈。同样是14岁，人家在构思商业帝国，而他却在为了生存苦苦挣扎。这种天差地别的童年，让他一时间有点失神，但很快他就被眼前的商品拉回了现实。米洛还在吹嘘这里的每件衣服都有皇室颁发的正品证书，可伊迪丝低头一看价格标签，8个金币。伊迪丝在店里转了一圈，发现这里的物价简直离谱到家，确实有许多值得赏心悦目的内容，尽管他们的价格都难以理解。就算格雷森说要替他买单，他也完全不敢伸手。不过
他很快发现这楼层布局有猫腻，随口问了一句为什么要这么排。结果米洛整个人都兴奋了，说这么多年终于有人问到点子上了。原来这华丽的一楼只是个诱饵，专门用来勾起客人的好奇心。只要你踏进大门，就已经掉进了公爵设下的心理陷阱。米洛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如何利用客人的好奇心，让他们一层一层的往上消费。伊迪丝听完忍不住感叹，这里果然没有一个设计是多余的。这番话直接戳中了米洛的心窝子，他甚至在心里疯狂呐喊：公爵大人，您一定要娶了这位女士，她简直就是您的灵魂之音。就在米洛还在原地自我感动时，正主格雷森终于露面了。他掐着怀表走过来，这比预期花的时间更长。房间里传来两人愉快的交谈声。米洛一看到格雷森出现，立马收起了刚才那副兴奋劲，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觉得自己在这儿实在是太碍事，赶紧找个借口溜之大吉。格雷森看着米洛离开的背影，转头问伊迪丝逛得怎么样。他其实心里一直有个疑问，那个赫斯顿伯爵出了名的挑剔，伊迪丝到底是怎么把人搞定的？结果伊迪丝一脸淡定的回答：是吗？我觉得她挺亲切的呀。这句话一出，格雷森看她的眼神都变了，看来这个女人远比他想象中要厉害得多。伊迪丝随口圆了场面，但格雷森显然没打算放过重点，他直接追问：你之前说有话要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这下伊迪丝彻底没退路了，他心里其实怕得要死，万一格雷森看到他面纱下的真面目，当场翻脸要取消婚约怎么办？但该来的总会来。他深吸一口气，决定亲手揭开这个残酷的秘密。公爵大人，我有件东西必须给您看。伊迪丝的手微微颤动，他一边缓缓摘下面纱，一边轻声提醒格雷森别被吓到。但他心里其实卑微到了极点，满脑子都在祈祷，只要别当场悔婚，让他做什么都行。面纱落下，他脸上的红斑彻底暴露。本以为会看到嫌恶的眼神，结果对方竟然毫无反应。伊迪丝有些纳闷，问他为什么一点都不惊讶。格雷森理直气壮地回答：不是你让我别惊讶的吗？这下轮到伊迪丝无语了，这男人到底是太体贴，还是把自己当成小狗在哄呢？伊迪丝赶紧道歉，说自己是因为太紧张，才不小心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格雷森倒是很大度，随口回了一句没关系，但这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反而让伊迪丝更纠结了。他说：你表现得这么冷静，我接下来的话反而没法接了。你难道就不想问问我的脸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格雷森主打一个听劝，既然你想让我问，那我就正式问一遍，你的脸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伊迪丝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抛出了最后的试探：即便看到我现在的样子，你还是愿意娶我吗？格雷森的回答非常干脆，他说自己要娶的是伊迪丝，从来就不是为了这张脸。听到这个答案，伊迪丝终于放下了戒备，他决定把那个隐藏已久的秘密彻底告诉眼前的男人。在格雷森眼里，现在的伊迪丝就像一只受惊的小兔，虽然看起来很不安，但眼神里却透着一种豁出去的坚定。他压低声音说：接下来的这些话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听到。画面突然转到了另一边，弗雷迪克推开门，莉莉安正独自坐着。为什么一个已婚女人每天都来这里？弗雷迪克看着眼前的妹妹，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问莉莉安是不是又在打什么坏主意，莉莉安却表现得很委屈，说自己回哥哥家看看，难道还要被当成犯人审问吗？但弗雷迪克太了解他了，只要这女人心情一好，准有人要倒大霉。果然，莉莉安此时心里正得意，她一想到伊迪丝那张像癞蛤蟆一样恶心的脸，就忍不住想笑。在她看来，只要格雷森看到那富贵样子，这门婚事肯定会当场告吹。就在她做着美梦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动静。就在莉莉安等着看笑话的时候，仆人突然慌慌张张地跑来汇报，说伊迪丝小姐已经回来了。莉莉安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口吩咐让人进来，可仆人却支支吾吾地说：您还是亲自去院子里看看吧。等莉莉安走到外面，整个人都愣住了，院子里竟然堆满了包装精美的礼盒，简直像座小山一样。她心里瞬间就不平衡了。要知道那家百货商店的东西贵得离谱，她这个伯爵夫人一个月也才舍得买几件，现在这些东西居然多到数不过来。看着这满地的奢侈品，莉莉安彻底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格雷森公爵不是应该悔婚吗？莉莉安彻底看傻了，她原本以为格雷森会当场悔婚，结果公爵不仅亲自送伊迪丝回来，两人看起来还非常亲密。伊迪丝看着满地的礼物，小声对格雷森说：公爵大人，这些真的太多了。格雷森却一脸淡定地回答：这只是个开始，只要是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侯爵撞见，他看着那堆的像山一样的奢侈品，公爵大人，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格雷森连头都没抬，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说一件小事。他说这不过是给未婚妻的一点见面礼而已。这一句话直接把侯爵给噎住了，只能尴尬的陪笑，连声说着感谢公爵的厚爱。莉莉安整个人都看傻了，她怎么也想不通，格雷森不仅没有嫌弃那个丑八怪，反而还当众给他撑腰。其实莉莉安和格雷森从小就是青梅竹马，两人的关系一直非常亲近。就在莉莉安结婚前夕，她私下找到了格雷森，直接摊牌了自己的心意。她说自己心里爱的一直都是他。莉莉安越说越激动，甚至卑微的哀求格雷森，只要他愿意开口阻止这场婚礼，他可以抛弃一切。可面对这样近乎疯狂的表白，格雷森只是冷冷地看着怀表，一句话都没有说。他甚至承诺，只要格雷森一句话，让他跪下或者微笑，他都会照做。面对莉莉安卑微到极点的表白，格雷森不仅没有半点感动，反而冷冰冰地问他：你就只有这些废话要说吗？莉莉安还不死心，哭着说只想当他的妻子。
可格雷森根本不想再听下去，直接宣布谈话到此为止。他转过身，语气瞬间变得温柔了不少。他提醒伊迪丝时间不早了，该送他回去了。伊迪丝也很配合地客气了几句，两人就这样当着莉莉安的面旁若无人的道别。格雷森甚至还亲吻了伊迪丝的手背，约好了下次再见。莉莉安盯着远处的伊迪丝，突然发现了一个细节，这个女人从头到尾竟然一次都没有摘下过面纱。一个恶毒的念头瞬间在莉莉安脑子里炸开，既然你不敢摘，那我就帮你。她猛地迈开步子冲了过去，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当众扯掉那块黑布。她要让所有人亲眼看看面纱下的那张脸到底能有多丑。伊迪丝脸上的伤痕在夕阳下显得格外扎眼，这下全家人都慌了，气氛一时凝固，连医生都说这伤莫药能治。莉莉安却只关心一件事，在婚礼开始之前，这张脸到底还能不能好？几个小时前，伊迪丝眼神里没有半点委屈，反而透着一股狠劲。公爵大人，接下来的秘密只有你一个人能听，有人毒害了他。格雷森追问伊迪丝，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必须让那个人付出代价？伊迪丝却犹豫了，就算抓到凶手又怎样？难道只是交点罚款就能了事吗？格雷森解释说，那人的名声会彻底扫地。可伊迪丝很清楚，真要把这事闹大，自己的名声只会毁得更惨。伊迪丝小姐，你心里有主意对吧？伊迪丝自嘲地笑了，既然大家都叫她疯女人，那她就打算疯到底。格雷森看着眼前的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问他需不需要帮助。伊迪丝直接把话挑明，帮他就意味着要和强大的雷诺兹家族撕破脸。没想到格雷森回答的干脆，只要能帮到他，他根本不在乎对手是谁。伊迪丝愣住了，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主动说要帮他。可就在心动的瞬间，脑子里却响起母亲的声音，千万别相信任何人的笑容。他最终还是清醒过来，礼貌地拒绝了格雷森的好意，打算独自扛下这一切。回到现在，莉莉安装作一脸担心，甚至要请御医来帮他治脸。伊迪丝直接反客为主，当众质问莉莉安，为什么非要选在公爵面前强行揭开他的面纱，要让他这张可怕的脸赶走公爵？这下轮到莉莉安懵了，他本以为伊迪丝会羞愧逃走，没想到对方竟然敢把这层窗户纸直接捅破。更让莉莉安不安的是，旁边的迈尔斯公爵竟然表现得异常冷静。眼看莉莉安要下不来台，侯爵赶紧站出来拉偏架，指责伊迪丝太敏感，说姐姐只是在关心他。伊迪丝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当众拆穿莉莉安的伪装，直言姐姐就是故意想让公爵看他的笑话。这一番话逻辑满分，对得莉莉安半天憋不出一句词，场面一度尴尬到了极点。侯爵眼看都不住了，只能硬着头皮出来和稀泥，生怕公爵看穿了家丑。伊迪丝心里很清楚，现在还没到彻底翻脸的时候，毕竟还得在这个家里住下去。他收起锋芒，微微一笑，这出戏他打算换个方式继续演。伊迪丝客客气气地送走了公爵，嘴上还不停地道歉，说家里的琐事让贵客见笑了。格雷森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礼貌地回应了一句。可就在马车离开的一瞬间，侯爵那副和善的面具彻底碎了一地。他猛地揪住伊迪丝的头发，愤怒已经让他失去了理智。在他眼里，伊迪丝刚才的行为简直是大逆不道。谁给你的胆子，竟敢在公爵面前让我的宝贝女儿莉莉安难看？侯爵彻底暴走了，他觉得是自己平时太纵容，才让伊迪丝敢这么没大没小。眼看那一拳就要砸下去，关键时刻弗雷迪克冲出来死死拦住，大声提醒侯爵这里人多眼杂，别让下人们看了雷诺兹家的笑话。侯爵这才猛地清醒过来，他嫌恶地甩开手，命令伊迪丝立刻滚回房间，别在这里碍眼。伊迪丝顶着红肿的脸转身离开，虽然样子有些狼狈，但他心里却比谁都清楚，这一巴掌挨得非常直。他故意在格雷森面前撕开家丑，就是为了试探公爵的态度。现在他确定了，对方并不会为了他卷入这滩浑水，这样也好，接下来的这笔账他打算一个人慢慢算。可他并不知道深夜的公爵府里，格雷森正坐在书桌前提笔记书，他沉默不语，但笔尖划过纸张的力道却透着一股不寻常的冷意。格雷森在书房里坐了很久，显然刚才在雷诺兹家看到的那一幕让他根本没办法置身事外。他终于拿定了主意，伸手摇响了桌上的手铃，清脆的铃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管家立刻推门进来，恭敬地询问公爵有什么吩咐，能不能把婚期提前。伊迪丝低声道歉，说让公爵看到了狼狈的一面，他表现得越是得体，就越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劲。格雷森坐在桌前，心里全是刚才分别的画面，他开始后悔了，当时真该直接把他带走。所有人都说他是前任侯爵夫人带回来的孩子，哪怕不是亲生的，日子应该也过得还行。可现在看来，那些所谓的体面和优雅，全都是他撑出来的假象，真正的处境恐怕比想的还要糟。在那样的家里，伊迪丝根本就是孤身一人，周围那些所谓的家人看向他的眼神里全是恶意。格雷森现在才看清，那根本不是对待亲人的样子，反倒像是在看一个仇人，恨不得把他彻底撕碎。不过弗雷迪克的反应倒是有点奇怪，他明明什么都没做，却好像在害怕什么秘密被发现。伊迪丝故意激怒那些人，其实是在试探格雷森的态度，他在赌这个男人值不值得他托付终身。这种被利用的感觉，反而让格雷森更加确信，这个女人他一定要带走。格雷森不得不承认，伊迪丝确实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知道怎么利用局势，也知道怎么保持距离。其实只要她想，随时都能找个借口把她带走。毕竟两人名义上早就有婚约了，这本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可结果呢？那个女人根本没打算求助，甚至在告别的时候，连正眼都没瞧过他一下。她那种不需要任何人的态度，
反而让格雷森心里开始堵得慌。明明最讨厌那种随便依赖别人的人，可现在他却怎么也放不下了。这种莫名其妙的留恋到底是怎么回事？格雷森现在很头疼，他知道伊迪丝根本不在乎钱，但他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疯狂往那个家里送礼。他终于坐不住了，直接叫来管家，下达命令把婚礼提前。他1秒钟都不想再等了。这话一出，连服侍了公爵20年的老男爵都听傻了。在他的印象里，格雷森从来不是一个会乱改计划的人。男爵试探着问是提前1周吗？结果格雷森头也不回地甩出一句不，提前1个月。这下男爵彻底坐不住了，他以为是二王子那边在施压，甚至怀疑是不是伊迪丝本人要求的。可格雷森把这些猜测全否了，他根本不想解释理由，语气冷得让人发毛。理由不重要，你只需要告诉我提前1个月，到底会有什么麻烦？看来公爵这次是铁了心，谁也拦不住了。提前1个月办婚礼，这简直是要了男爵的老命。场地要重弄，神殿那边的去求人连请帖都得全部重印，这一堆烂摊子还没理顺，男爵忍不住问：那这婚礼到底还办不办了？谁知道格雷森摆了摆手，语气平淡地说：先别管婚礼了。侯爵手里握着几个邀请信，就写这么几个字。伊迪丝只能沉默地点头，在这个家里他早就习惯了顺从。侯爵把信收走，临走前还不忘恶狠狠地警告，要是敢在公爵面前乱说话，绝对没你好果子吃。他甚至一脸嫌弃地盯着伊迪丝，让他把面纱戴好，别把那张难看的脸露出来丢人。侯爵走后，他摘下帽子，情况已经好转很多，如果继续这样，下周应该会完全愈合。公爵送来的那些昂贵彩礼全被家里那群贪婪的人抢光了，女仆莱尼气得不行，好在他拼了命才保住最后这个盒子。伊迪丝小心翼翼地打开，发现里面不是什么金银珠宝，竟然是一只软绵绵的泰迪熊。可伊迪丝却盯着这只熊看呆了，这种小孩子才有的玩具，他这辈子还是第一次收到。在这个冰冷的家里，从来没人把她当成需要疼爱的女孩，可那个冷冰冰的公爵竟然看穿了她心底最缺的东西。他紧紧抱住这只泰迪熊，这一刻他那颗早就麻木的心终于彻底破防了。这股久违的暖意还没捂热，敲门声就响了。还没等伊迪丝反应过来，房门就被一把推开，来的人竟然是弗雷迪克。他冷着脸站在门口，像个监视者一样盯着屋里。伊迪丝下意识抱紧了怀里的熊。怎么了？弗雷迪克推门进来，开口第一句就在打听伊迪丝脸上的伤怎么样了。这种关心听着就让人不舒服。伊迪丝直接对了回去，问他到底想干什么。结果这家伙根本没安好心，他担心的不是人，而是怕这副样子会搞砸他精心安排的婚事。他自言自语说，嫁出去总比待在家里强。随后拿出一瓶药水，非要让伊迪丝收下。弗雷迪克丢下药水，头也不回的走了，留下伊迪丝一个人发愣。女仆莱尼一眼就认了出来，这可是出了名难买的奢侈品，普通人根本连见都没见过。这下连莱尼都懵了，那个平时只会冷嘲热讽，甚至吼着不认妹妹的二少爷，怎么突然转性了？他为什么要给自己这种东西？弗雷迪克没有理由帮他，他没有打我或掐伊迪丝，但经常用尖锐的话语伤害他，无缘无故送这么贵重的东西，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虽然药水闻着没问题，但伊迪丝还是留了个心眼，打算找教授好好检查一下。转头他就找上了格雷森，两人并肩走在花园里。伊迪丝一直在暗中试探他的立场，他发现格雷森既没打算退婚，也不想帮着那帮仇人。既然对方不是敌人，那就没必要再藏着掖着了。伊迪丝主动提出要去剧院，他要让这位公爵看看自己绝不是传闻中那个疯女人。这阵仗把杰尔顿吓得不轻，他赶紧上前行礼，完全没料到这两位会一起出现。格雷森全程冷着脸，摆明了就是来当护花使者的，让伊迪丝有底气面对一切。就在杰尔顿还在犯嘀咕的时候，伊迪丝缓缓摘下了面纱，露出了那张自信又明艳的脸。看着眼前这个判若两人的人，杰尔顿彻底愣住了。他刚想伸手碰碰伊迪丝，旁边的格雷森冷冰冰地甩出一句：再敢往前一步，手就别想要了。这下把杰尔顿吓得够呛，赶紧缩回手，拼命解释。他哪敢对未来的公爵夫人动手动脚？可伊迪丝却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他让杰尔顿按照约定把他的脸画得比上次还要丑。这下轮到杰尔顿犯难了，想完成这种反向操作，不碰脸根本做不到。可旁边那位护妻狂魔正盯着呢，伊迪丝还在那安慰他，说公爵只是开个玩笑。可看着格雷森那张冷脸，谁都知道他绝对是认真的。杰尔顿只能硬着头皮，在公爵的死亡凝视下，完成了这辈子最难熬的一次变装。等伊迪丝再次转过头，脸上已经布满了红斑和伤痕。他故意问格雷森觉得怎么样，结果这位公爵大人也是真毒舌，盯着他看了半天，冷冰冰地甩出2个字：难看。杰尔顿对这次的丑妆非常满意，还特意交代这桩防水性能一般，让伊迪丝平时多注意点。伊迪丝重新戴上面纱，遮住了那张满是伤痕的脸。他打听有没有那种不畏权贵的正直医生，最好是那种为了正义敢玩命的。杰尔顿思索半天，在平民医生中不会有，不过在贵族的医生中可能有一个。伊迪丝还在纠结刚才是不是太贪心了，结果格雷森突然开口，问他为什么宁愿求别人，也不愿意直接开口找他帮忙。格雷森显然听到了刚才的对话，他直接了当地，表示找医生这种小事他随手就能办成。可伊迪丝心里却打起了退堂鼓，找杰尔顿帮忙那是拿钱办事，两不相欠。可要是欠了公爵一个人情，那这债
可就太难还了，对他来说是举手之劳，对伊迪丝来说，这人情简直像个烫手山芋。伊迪丝赶紧拒绝了公爵的好意，他可不想还没开始计划，就先欠下一堆还不清的人情。格雷森轻笑出声：“你不是在找会用手术刀割贵族喉咙的医生吗？”没想到一向冷峻的格雷森居然也会开玩笑。但伊迪丝心里很清楚，他要做的可不是什么小事，他要彻底和雷诺兹家族断个干净。这注定是一场见不得光的硬仗，他需要一个能在法庭上帮他彻底翻盘的底牌。而这种麻烦事，谁又愿意真心实意的卷进来呢？格雷森看穿了他的顾虑，问他开口求助是不是真的这么难。伊迪丝沉默了半晌，给出了最诚实的回答。谁能想到格雷森竟然接了一句：“我也是。”伊迪丝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还没等他开口问，格雷森就给出了答案。他说对他而言，伊迪丝同样是一个让他感到头疼的难题。这话让伊迪丝完全没听懂，毕竟在大家眼里，这位公爵大人向来无所不能。格雷森自嘲地笑了笑，看来他以前也高估了自己。就在这时，他敲了敲车窗，独处的时间到此为止。他看向窗外，低声说：“该回家了。”马车驶入皇家大道，伊迪丝看着窗外的豪宅，终于明白雷诺兹家族为什么拼了命也想挤进这里。这条路只属于顶级权贵，也是家族曾经失去的荣光。原本他们是开国功臣，却因为祖先犯下的荒唐罪行，差点被彻底抹除。虽然保住了性命，但领地和名誉全都丢光了。这就是为什么雷诺兹家族宁愿出卖灵魂，也要不择手段的去搞钱。格雷森语气平静说：“他们已经到了。”伊迪丝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这哪里是住宅，简直是一座发光的宫殿。随着大门开启，两排仆人恭敬地弯下腰，齐声欢迎主人回家。这阵仗确实有点吓人。伊迪丝心里很清楚，从这一刻起，这里就是他以后的家了。但看着这深不见底的豪门，他开始怀疑自己真的能撑起这个家吗？格雷森轻声叫他的名字，打破了这一刻的安静。他主动伸出手，伊迪丝看着眼前的男人，最终还是把手搭了上去。这一步跨出去，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在所有仆人的注视下，两人并肩走进了这座宅邸。是的，接受一定很难。在这座迈尔斯公爵府里，连仆人都有着极高的自尊，除了皇宫，没人敢小看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可伊迪丝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到来就像是往这片荣誉上撒了一把灰。一个名声狼藉的疯女人成了这里的新女主人，这简直是公爵府最大的耻辱。没有丈夫的爱被仆人们鄙视，甚至成了所有人的眼中钉。这就是她即将面对的婚姻。但是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了，她只能选择接受，然后在这片泥潭里活下去。既然大家都觉得他是疯子，伊迪丝索性想开了，那就让他们慢慢习惯好了。格雷森显然没心思喝茶，他直接下令清场，让所有仆人立刻离开，并且不准任何人靠近。海伦娜被这突如其来的命令吓住了，甚至大着胆子追问他到底想干什么。格雷森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冷冷地反问了一句：“你觉得我想干什么？”这种压迫感让没人敢再多嘴。随着房门关上，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伊迪丝发现这个男人似乎没想象中那么冷淡。格雷森突然开口说要看看他身上的东西，伊迪丝还没反应过来，他接下来的话就让气氛瞬间凝固了。他要看的是那些原本要给医生看的伤口。伊迪丝愣住了，他本以为格雷森会装作没看见，让这些被虐待的痕迹就这么过去，可现在看来这件事根本躲不掉。格雷森一步步靠近，显然不打算给他任何逃避的机会。伊迪丝缓缓掀开裙子，他的动作太突然，格雷森根本来不及反应，只能下意识地喊停。你现在在做什么？你让我给你看，我本打算给医生看的伤口，除非有人是傻瓜，否则不可能在一个容易看见的地方出现这种东西。格雷森轻笑一声，这听起来好像我是傻瓜。如果公爵这么认为，那就让他如此吧。看着伊迪丝脸上的笑意，格雷森有些纳闷，问他到底在笑什么。伊迪丝反将一军，问他又是为了什么在笑。格雷森直言不讳，说是因为伊迪丝的话很有趣。可伊迪丝的回答更绝，他说是因为公爵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笑。这还是头一次有人敢这么评价他。格雷森不仅没生气，反而觉得这女人越来越有意思了。他终于松开了手，让伊迪丝放松一点。格雷森心里已经有了主意，既然这女人天不怕地不怕，那就要找个脾气更臭的医生来治治她。格雷森请的救兵到了，雷吉娜刚到门口就被告知只有他能进去。海伦娜还想打听点内幕，雷吉娜嘴上答应的好好的，心里却压根没打算开口。看着屋里那位完美的皇太子，雷吉娜冷笑一声，这个雷森装的还真像那么回事。雷吉娜没打算跟他废话，一开口就直奔主题，到底是谁病了？格雷森刚介绍完他的身份，他就直接甩出一句到底是谁病了。格雷森显然习惯了他的毒舌，调侃他还是这么没耐心，甚至还当着病人的面吐槽雷吉娜是个臭脾气。伊迪丝在旁边听得直尴尬，赶紧解释自己没这么说过。谁知雷吉娜根本不在乎，大方承认自己确实不好惹。既然是来看病的，雷吉娜可不打算给公爵面子，直接让他滚去门外等着。格雷森这下不乐意了，堂堂公爵居然在自己的地盘被下了逐客令，雷吉娜可不惯着他，直接叫公爵什么叫职业道德。看诊这种私密的事，闲杂人等就该自觉出去。格雷森却不打算退让，甚至提出想当伊迪丝的监护人。这话一出，伊迪丝整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
虽然监护人这个词听着很暖，但伊迪丝心里清楚，自己要检查的伤口位置实在尴尬，根本没法让格雷森在场。雷吉娜把决定权交给了病人，问他到底想不想让公爵留下。伊迪丝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轻轻摇了摇头。这下公爵没话说了，既然当事人拒绝，他再担心也只能先退场。格雷森前脚刚走，雷吉娜就开启了审讯模式。他觉得这事儿透着古怪，雷诺兹家族明明有自己的医生，伊迪丝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伊迪丝没急着回答，反而想让医生直接叫他的名字。雷吉娜这脾气也挺有意思，直言自己一旦直呼其名就会变得傲慢。结果伊迪丝根本不在乎，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两人干脆达成了共识，与其一个人端着，不如大家都表现得傲慢点。寒暄结束，伊迪丝终于下定决心，缓缓揭开了遮挡面容的面纱，准备展示那些隐藏已久的伤疤。可就在面纱落下的那一刻，雷吉娜整个人都定住了。她看着伊迪丝的脸，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雷吉娜刚想上前检查，伊迪丝却下意识挡住了脸，甚至冷淡地说：“这张脸变成什么样都无所谓。”这话把雷吉娜听愣了。在贵族社交圈里，脸面就是女人的命，哪有要结婚的小姐会说这种话？伊迪丝显然没在开玩笑，他表情严肃地盯着雷吉娜，提出了一个非常过分的要求：接下来的检查结果要绝对保密，甚至连带他来的格雷森也一个字都不能透露。雷吉娜这下意识到，眼前的女人身上藏着的秘密，恐怕比她脸上的伤痕还要深。雷吉娜看着眼前的伊迪丝，心里满是疑惑，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能让一个年轻女孩变得如此冷漠？伊迪丝没有多解释，而是当着医生的面，直接解开了华丽的礼服。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雷吉娜措手不及。可当衣服滑落的那一刻，雷吉娜彻底沉默了。伊迪丝那原本光洁的后背上，竟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陈年伤痕，这些伤口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雷吉娜的声音都在颤抖，她无法想象到底是谁会对一个女孩下这种狠手。伊迪丝的回答平静得让人心疼，他说这一切都是他父亲干的。雷吉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在外人面前体面的侯爵，竟然就是虐待女儿的凶手。他突然想起伊迪丝的身世，他是前任侯爵夫人带来的孩子，难道就因为没有血缘关系，那个混蛋就能下这种狠手吗？雷吉娜看着眼前的惨状，心里除了愤怒，更多的是一种无力感。她现在能做的，也只是给伊迪丝开一些消肿的药膏。可伊迪丝接下来的话，却让雷吉娜彻底清醒了。伊迪丝并不是在寻求同情，他盯着雷吉娜，一字一句地问：如果有一天时机成熟，你愿意为了这些伤疤，在法庭上为我作证吗？谁能想到，这个一直默默忍受的女孩，竟然在计划着要把自己的父亲亲手送进地狱。作证这两个字让雷吉娜陷入了沉思，她突然意识到一个细节，既然背上的伤是真的耐脸上的呢？雷吉娜伸手揭开了伊迪丝的面纱，眼前的景象让她愣住了，那些看起来触目惊心的伤痕，竟然全都是画上去的。雷吉娜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故意把自己画得这么丑？伊迪丝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因为我想活下去。雷吉娜这才彻底看清了局面，这个女孩戴着假面具，忍受着继父的虐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逃离那个地狱。雷吉娜决定帮他一把，她冷静地告诉伊迪丝，光靠我一个人的证词恐怕不够，如果能拿到皇室医官的证明，才能真正让那个男人永不翻身。雷吉娜给出了一个关键建议，在皇室医官里有个叫杰佩托的老头最值得信任，只要伊迪丝肯开口求助公爵，这件事就有转机。可一听到要去找格雷森，伊迪丝却犹豫了，在他心里，自己不过是靠手段强行上位的累赘，公爵怎么可能为了他去动用皇室的关系？雷吉娜听完直接急了，她大声提醒伊迪丝，别傻了，公爵不仅把你带回了家，甚至连原因都没问就给了你绝对的自由。你觉得像格雷森那样冷傲的人，会随随便便对一个路人这么上心吗？这番话让伊迪丝愣住了，也许那个看似冷冰冰的男人，早就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人。谁也没想到格雷森这次竟然动真格了，他二话没说，直接派人请来了宫廷名医。当伊迪丝褪下衣裳，在场的医生直接愣住了，这背上的伤痕简直触目惊心。医生沉声说，伤势太严重了，必须一笔一笔全部记录在案。医生终于离开了，房间里只剩下伊迪丝一个人，他长舒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总算松了下来。虽然是为了留下证据，但要把那些不堪的伤痕就这样展示给外人看，对他来说还是太难受了。伊迪丝忍不住在想，如果母亲还在世，自己绝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曾经那个被保护得很好的女孩，终究还是得独自面对这血淋淋的现实。一阵敲门声打破了沉默，格雷森推门走了进来。此时医生已经离开，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格雷森率先开口，听说检查已经全部结束了。伊迪丝只是低声应了一句，并没有抬头看他，气氛变得有些压抑。格雷森停下脚步，目光一直停留在他身上。他突然叫了他的名字，伊迪丝。事到如今，你难道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这一句话让空气瞬间凝固了。面对格雷森的质问，伊迪丝陷入了纠结。他不知道该不该开口，把那些不堪又可怜的过去全都告诉眼前的男人。雷吉娜曾对他说，格雷森绝不会随随便便帮人，他能把伊迪丝带回公爵府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可伊迪丝心里很乱，他觉得自己根本看不透格雷森这个男人，有时候很温柔，有时候又冷得让人害怕。虽然他偶尔也会露出微笑，但转念一想，也许他对谁都这么客气。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伊迪丝根本不敢交出真心，他害怕这一切只不过是自己的错觉。伊迪丝始终看不透格雷森到底是对所有人都如此，还是唯独对自己有着那份特殊的关照。他
他终于在心里承认，自己一直以来都生活在非人的虐待中，但他心里很清楚，真相是不可能永远瞒下去的。与其等对方发现，不如现在就做个了断。这一步迈出去，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伊迪丝缓缓抬起头，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他轻声对格雷森说：“他被虐待过。自从母亲去世后，那个人的虐待就变得变本加厉。现在他的身上到处都是无法抹去的伤痕。”可格雷森听完后，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伊迪丝自嘲地笑了笑，这种冷漠倒也符合他一贯的作风。格雷森却突然开口问他为什么要笑。伊迪丝无奈地回答：“因为在这种时候哭出来，只会让他觉得更尴尬。”格雷森并没有打算放过他，反而继续追问原因。这些难以启齿的往事被他问得如此直接，他为什么问这么多尖锐的问题？他不能就这么算了吗？伊迪丝索性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反问道：“如果我真的哭了，你会安慰我吗？”这一句话让整个房间陷入了死寂。格雷森竟然冷冰冰地问他需不需要安慰，这种毫无温度的关心，简直比羞辱还让人难受。伊迪丝心里烦透了，他真的很讨厌这个男人，这种压抑又让人害怕的感觉，让他一秒钟都不想多待。他起身想要离开，可格雷森却根本没打算放人，他语气强硬地命令伊迪丝坐下，直言谈话还没结束。伊迪丝虽然嘴上还在反抗，但心里其实已经乱了阵脚。他意识到格雷森并没有做错什么，自己不该把火撒在他身上，他只是太恨现在的处境了。这种无力反抗的愤怒让他几乎快要窒息。伊迪丝极力掩饰着情绪，解释说自己真的没生气。可格雷森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指了指旁边的座位，命令他坐下谈正事。伊迪丝只能乖乖坐回去，心里还在反思刚才的事态。谁知格雷森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当场石化，他竟然提议要把婚礼的日期提前，而且这一提就是整整1个月。伊迪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反复确认了好几遍，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他原本以为格雷森会很排斥这段婚姻，可现在看来这个男人似乎比他还要焦急。这下轮到伊迪丝看不懂了，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格雷森可不只是个普通的公爵，他还是皇室的王子。这场婚礼早就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各国权贵都会到场，甚至连报纸都定好了日子。伊迪丝心里很清楚，这婚期可不是说改就能改的，一旦变动，随之而来的麻烦简直无法想象。可格雷森却表现得云淡风轻，他说出了问题再去解决就行，只要他想提前，没人能拦得住。伊迪丝还想再劝劝，毕竟他不想给格雷森添麻烦，可格雷森却直接打断了他，让他不用操心这些小事，他会亲自定好新的日期，然后直接通知侯爵。这种不容置疑的果断让伊迪丝彻底没话说了。谁能想到刚才还一脸严肃的格雷森这会儿态度竟然软了下来，他看着准备离开的伊迪丝，语气温和地问要不要先一起吃个晚饭。谁能想到这位在外光鲜亮丽的大小姐竟然一直过着被虐待的日子。雷诺兹侯爵不仅在精神上折磨他，甚至还对伊迪丝动了手。格雷森终于看清了真相，难怪他总是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只要再熬过这最后1个月，他就能彻底离开那个地狱般的家。格雷森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会对雷诺兹那家人动了真正的杀心。只要一想到他们对伊迪丝做的事，他就恨不得立刻动手，甚至连那个弗雷迪克是不是也曾冷眼旁观，甚至一起折磨过他。就在他满脑子都是复仇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了消息，皇帝的马车已经到了门口，看来今天的计划全都要被打乱了。皇帝在这个时候突然召见，格雷森心里很清楚，肯定是因为他要提前婚期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宫里。既然对方这么急着见他，那接下来的这场家庭聚会恐怕会相当精彩。他换上正装走出房门，马车已经等在外面，这一趟进宫局面恐怕又要变天了。在海伦娜眼里，伊迪丝就是一个只会勾引人的魔女，甚至觉得皇太子提前婚期也是被那个女人给蛊惑了。他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势，当面教训格雷森，说做大事的人不能被女人左右。可他显然低估了格雷森的脾气，他不仅没有半点退让，反而直呼其名，警告海伦那边失了分寸。这下局面彻底闹僵了。格雷森连一个字都不想多听，直接冷冷地吐出一个词，让他立刻滚出视线。格雷森大步走进皇宫，他知道今天这趟绝对不好过。推开沉重的大门，皇室的核心成员竟然全都在场。坐在主位上的国王面色威严，显然已经等候多时。旁边坐着的是神情冷峻的皇太子卡修斯，长女马洛里公主，还有那位一直野心勃勃的利奥波德公爵，也正盯着进门的人。连最小的罗斯林公主都到场了。格雷森虚伪地寒暄了几句，国王示意他坐下。国王的语气很快就冷了下来，他说格雷森平时不务正业，不参加家族聚会也就算乐，甚至还听说他在外面得罪了外国皇室。这些烂摊子国王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唯独手里拿到的这份东西让他彻底坐不住了。国王猛地甩出一封信，质问格雷森到底想干什么。卡修斯拿着信笑得停不下来，调侃对方这文笔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信上写的清清楚楚，他要直接找国王改掉婚期，这种事也就他敢这么明目张胆。卡修斯冷淡地回了一句没意见，反正你连老婆是谁都定不了，改个日子又算得了什么。这话说的真够狠的，但格雷森心里很清楚，卡修斯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痛快，就是想让他背上任性的骂名。这位皇储殿下位置坐得并不稳，他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会被身后的亲兄弟给挤下去。利奥波德还在旁边苦口婆心说格雷森可不是一般的贵族，这可是皇室婚礼，多少外国政要都盯着呢，绝对不能当成儿戏。卡修斯劝格雷森一定要想清楚，现在改日子只会招来没完没了的闲话，到时候局面可就难收拾了。
格雷森坐在旁边一言不发，他现在只想赶紧散会。这种毫无意义的争论，他1秒钟都不想多听。谁也没想到，一直没说话的克莱特王后竟然在这时候开了口。她说：“既然公爵想改，那就随他的便吧。”这种冷冰冰的大房子，走在里面连脚步声都觉得刺耳。格雷森穿过长廊，显然是有话要说。他停下脚步，喊了一声：“母亲！”克莱特背对着他半天没有回应。这种沉默比直接吵架还要折磨人。母子俩就这样站着，谁也没有先往前走一步。格雷森主动开口说要去见罗斯林，还问他要不要一起去。结果克莱特头也不回，直接冷冰冰的拒绝了，说自己晚点会单独过去。就在格雷森准备离开时，他突然叫住了他，提醒他扣子没扣好。这本该是母亲的关心，可从他嘴里说出来，却像是在指出一个碍眼的错误。格雷森只能低头道歉。谁能想到这个亲生母亲对自己孩子竟然一点感情都没有？当初国王失去挚爱的原配后，为了利益才娶了她。这场没有爱的婚姻，注定让所有人都成了牺牲品。对克莱特来说，王后这个身份只是个差事，不管是亲生的还是领养的孩子，他通通不爱，始终保持着那种让人发冷的距离。可谁也没想到，在商量婚事这种大事上，他竟然主动站出来替格雷森说话，让格雷森自己决定婚期。他说这场婚姻本来就没顾及过公爵的意愿，如果连日子都不能自己选，那也太说不过去了。克莱特当众表态，让格雷森尽管按自己的想法来，剩下的烂摊子，他这个当王后的会去收场。说完这些，他连看都没多看儿子一眼，直接起身离开，只留下一句他累了。这种母子关系真是比陌生人还要客气，也比任何对手都要疏远。既然王后都亲自开口了，国王也没再坚持，直接点头同意把婚期提前。说完就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马洛里显然没打算这么放过他，他冷不丁地问了一句：“那个女孩到底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能把你勾引成这样？”听到勾引这2个字，格雷森停下了脚步，他没接话，只是觉得这天聊不下去了。既然事情已经办完，他1秒钟都不想多待，转身就准备走人。结果还没走2步，一只手突然拉住了他。罗斯林小声喊了一句：“哥哥，走之前跟我喝点茶。”罗斯林一边喝茶，一边打听起伊迪丝的传闻。他好奇那个女孩是不是真像传的那样，像个会下咒的魔女。格雷森头也不抬，随口回了一句：“谁知道呢？”这种敷衍的态度让罗斯林很不满意。他说：“现在外面都在转，格雷森早就被那个女孩迷得神魂颠倒，甚至连魂都被勾走了。问他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格雷森表面上没说话，心里却觉得这些流言非常可笑。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把责任推到一个女孩子身上？其实只有他自己清楚，每周的约会，那些越来越亲密的接触，甚至是提前婚期的决定，这一切的一切，从来都不是因为什么魔法，全都是他格雷森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格雷森看着眼前的罗斯林，忍不住感慨，他真的长大了。明明去年还对社交圈的八卦没兴趣，现在却聊得头头是道。罗斯林笑着提醒哥哥，明年他就要正式成年出道了。现在的他已经开始接触那些复杂的交际圈。他说，最近总有贵妇带着儿子来拜访，不仅送来各种贵重的礼物，还总找话题想跟他套近乎。格雷森心里很清楚，那些人哪里是看中了罗斯林，他们不过是觉得小公主年纪小好骗，想把她当成梯子，好顺杆爬去讨好背后的皇室。可格雷森更清楚另一件事，所有人都觉得罗斯林单纯无害，但这根本不是真相。在一个偏心的父亲和一个只会冷眼旁观的母亲身边长大，罗斯林怎么可能真的天真？为了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他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那副单纯的面孔下藏着谁都没看透的城府。这皇室里的孩子哪有一个是简单的？罗斯林突然压低声音，提到了一个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传闻。他说大家都说伊迪丝的脸已经毁了，问格雷森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原本还算平静的格雷森听到这句话，整个人瞬间定住了。他冷冷地反问了一句：“你说什么？关于伊迪丝脸上的伤，这种极度隐秘的消息到底是怎么传出去的？”另一边的贵族小姐聚会，贝丽塔还在自顾自地回忆。她说上次偶遇格雷森的时候，公爵大人表现得非常热情，不仅说很高兴见到他，还一直拉着他说话，这让贝丽塔觉得格雷森对自己肯定不一般，甚至还有点小慌乱。茶话会上的气氛越来越热烈，贝丽塔正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她说，迈尔斯公爵不仅送了她珍贵的茶叶，还特意强调那是他亲自闻过香气才选出来的。周围的贵妇们听得直惊呼，毕竟那种茶叶有钱也难买到。贝丽塔接着说，当时伊迪丝就坐在旁边，当着未婚妻的面聊这种私密礼物，让她尴尬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有人突然插话，说公爵这绝对是故意的，就是为了做给伊迪丝看，好让她知道自己到底几斤几两。紧接着一个更离谱的传闻被抛了出来，有人小声议论说，格雷森之所以不得不娶那个女孩，是因为伊迪丝手里攥着公爵什么致命的把柄。贝丽塔虽然嘴上说着不可能，但旁边的贵妇却一脸严肃地提醒，这种事恐怕没那么简单。女人突然冷笑一声，翻出了一段尘封已久的皇室丑闻。她说，当年的前任侯爵夫人也是靠着抓住了侯爵的弱点，才在已经有了孩子的情况下，硬生生坐稳了那个位置。这番话意有所指，让原本热闹的茶话会瞬间冷场。女人斜着眼，目光冰冷地扫向一旁的莉莉安，她一字一顿地问道，我说的这些事，你应该最清楚不过了吧？伯爵夫人。莉莉安虽然心里犯嘀咕，但面上
只能硬着头皮承认，甚至还得顺着话茬往下编。结果女人还没打算收手，又把火烧到了伊迪丝身上，当着贝丽塔的面开始挑拨。她说公爵虽然娶了伊迪丝，但心里真正惦记的人其实是贝丽塔。旁边的人询问伊迪丝当时是什么反应，贝丽塔开始添油加醋，说伊迪丝不仅满嘴脏话，还当众羞辱别人，这盆脏水泼得可够狠的。女人听完冷笑一声，说这种出身的人果然骨子里的教养改不了，言语间全是嫌弃。紧接着贝丽塔又放了个大招，说平时请都请不动的公爵，这次竟然为了伊迪丝主动要求参加接下来的舞会。这下这群女人坐不住了，一边嫉妒的要命，一边还不忘继续冷嘲热讽。他们觉得伊迪丝这种人根本不配出现在那种场合，甚至把她比作自甘堕落的女人。莉莉安实在是听不下去，她故意提起自己的披肩，旁边的女人立刻被吸引了视线，纷纷询问那是阿尔戈百货公司买的吗？莉莉安一脸得意地说，这些全是公爵前几天送的。显摆完嘞，她突然话锋一转，看向贝丽塔，问公爵是不是真的亲口说他会去参加那场舞会。这语气明显带着怀疑，因为在他印象里，公爵根本不是那种爱凑热闹的人。贝丽塔现在信心满满，她坚信公爵一定会来，因为那是对方亲口给她的承诺。而另一边，伊迪丝正对着镜子整理行装，她戴上厚厚的面纱帽，试图遮住脸上那些显眼的红斑。女仆莱尼在一旁急得不行，担心自家小姐这样去参加舞会，一旦进了大厅摘掉帽子，局面会变得无法收拾。可伊迪丝表现得异常冷静，她看着镜子里陌生的自己，心里很清楚，反正这张脸也不是真实的，既然已经无路可退，那就干脆彻底豁出去了。与其让别人侮辱自己的母亲，她宁愿所有的恶意和嘲讽都冲着她这张脸来。就在这时，弗雷迪克推门走了进来，语气冷淡地提醒他，迈尔斯公爵已经到门口了。伊迪丝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平静地应了一声，随后缓缓起身，看着他沉默离开的背影。弗雷迪克却突然在走廊拦住了他，难道你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吗？弗雷迪克盯着伊迪丝的脸，质问为什么用了昂贵的化妆品，这张脸反而变得更吓人了。伊迪丝面不改色地撒了谎，其实那些东西他全给了女仆，自己根本碰都没碰，却还要装出一副正在使用的样子。眼看弗雷迪克还不肯罢休，他干脆编了个更大的谎，说自己已经去医院看过了，医生说这病没法治，只能靠静养来慢慢恢复。听到这话，弗雷迪克冷笑了一声，他嘲讽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家里，伊迪丝怎么可能静得下心来，甚至还虚伪地说大家都在对他好。伊迪丝听完只觉得可笑，他冷冷地反问了一句，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随后便不再废话，直接让他从面前让开。这种虚情假意的关心，他现在连听都不想听。弗雷迪克还在做最后的劝阻，他直言不讳地警告伊迪丝，一旦出现在舞会上，那些爱嚼舌根的女人会盯着他那张脸议论一整晚，甚至连他的亲妹妹莉莉安恐怕也会加入嘲笑的行列。在弗雷迪克看来，现在的伊迪丝去参加舞会简直就是自取其辱。可伊迪丝根本没打算听，他只是冷冷地丢下一句我要走了，随后便头也不回地越过他，独自走下了长长的阶梯。他总觉得今天的弗雷迪克表现得实在是太反常了。马特奥挡在伊迪丝面前，语气里透着毫不掩饰的威胁。他警告伊迪丝别做多余的事，如果今晚丢了家族的脸，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面对这种近乎羞辱的警告，伊迪丝只是隔着面纱，语气平静地回了一句当然。在他眼里，马特奥这种沉闷古怪的脾气真是一点都没变。画面一转，回到了他小时候，那时候的伊迪丝局促地坐在椅子上，马特奥不请自来，坐在伊迪丝的房间里悠闲喝茶。趁着母亲不在家，他终于露出了恶毒的本性。就在伊迪丝不知所措时，马特奥竟然当着他的面故意把茶水直接倒在了裤子上。面对伊迪丝惊恐的质问，他不仅没有半点歉意，反而语气冰冷地命令道，给我擦干净，用你自己的手去擦。看着伊迪丝愣在原地，马特奥的眼神变得更加危险，他步步紧逼地追问，怎么？难道你不想做吗？这种明目张胆的羞辱让房间里的空气瞬间降低到了冰点。小时候的伊迪丝根本没法反抗马特奥的要求，哪怕是这种无理的羞辱，他也只能咬着牙一点点擦掉裤子上茶渍。这种卑微到骨子里的感觉让他打心底里觉得作呕。可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房门突然被推开了，谁也没想到弗雷迪克竟然会在这个时候突然闯进房间。弗雷迪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马特奥整个人都听懵了，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弗雷迪克根本没打算走，反而厚着脸皮坐了下来，谁都能看出来他就是故意来搅局的。等长辈们一回来，弗雷迪克就立刻找借口溜了。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的举动真的很反常，难道他是在变相保护我吗？不，这绝对不可能，他怎么会有这种好心？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只手突然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马特奥死死拽住他的手腕，语气里全是威胁，逼他当场给出一个保证。可伊迪丝根本不是这一套，直接搬出公爵当挡箭牌，强行甩开了他的束缚，看着他头也不回地走掉。马特奥气得咬牙切齿，甚至当众骂他粗俗。伊迪丝听到了，但他连头都没回一下。到底谁才是那个粗俗的人？大家心里都有数。伊迪丝心里乱成一团，他始终想不明白这个男人为什么总要针对他。可现在已经没时间纠结了，格雷森就在门口等着。随着马车缓缓启动，真正的考验现在才正式开始。关上车门的那一刻，伊迪丝总算能喘口气了。格雷森在车里话很少，但只要坐在他对面，那种莫名的安心感就会涌上心头。
可惜这种平静没能维持多久，马车很快就停稳了。一想到待会儿下车又要面对那些指指点点的目光，他下意识握紧了裙角。今天是伊迪丝第一次陪公爵出席，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不管待会儿受多大委屈都要忍着。可等他下了马车，才发现这地方根本不是原定的伯爵府，而是戒备森严的皇家大道。伊迪丝忍不住开口询问，为什么计划突然变了？格雷森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我们要去另一个地方。看着窗外的美景，伊迪丝简直不敢相信，格雷森竟然为了陪他推掉了所有重要的社交宴会，这简直太疯狂了。难道他真的记得自己随口说过不想去派对吗？当格雷森亲口承认的那一刻，伊迪丝彻底愣住了。这种被人在乎的感觉让他的心跳快得要命，这下真的彻底乱了。梅森伯爵家的宴会已经开始了，到处都是盛装出席的贵族，可最关键的那个人到现在还没露面。贝丽塔心里直犯嘀咕，明明时间已经到了，公爵怎么还没来？旁边的人也在小声议论，听说迈尔斯公爵今天要来。贝丽塔猜测伊迪丝小姐好像还没准备好。莉莉安冷笑了一声，直接甩出一个重磅消息，她说自己出门前亲眼看见公爵去接了伊迪丝，两个人是结伴出发的。这话一出，周围的人全都炸开了锅。既然是一起走的，那公爵现在还没到，难道是路上出了什么意外？毕竟公爵那种身份的人，平时忙得脚不沾地，迟到似乎也说得过去。可贝丽塔却不这么想，她语气坚定地告诉所有人，公爵绝不是那种不守时的人，就算真的耽搁了，他也一定会赶过来，因为那个男人曾经亲口对他许下过承诺。女人用折扇遮住脸，听完女仆的耳语后，突然当众宣布了一个消息，她说迈尔斯公爵今天不会来了。他声称公爵现在正远在巴蒙特陪着伊迪丝小姐吃晚餐呢。这话一出，站在对面的贝丽塔整个人都僵住了。原本热闹的宴会厅一下子变得死气沉沉，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过来。公爵绝不是那种会毁约的人，除非之前贝丽塔说的话全是假的。现在回想起来，整件事从头到尾都不对劲。像公爵那种性格的人，怎么可能主动接近一个女人，还眼巴巴的要来参加什么宴会？难道之前听到的那些话，还有所谓的礼物，全都是编出来的谎言？贝丽塔越想越乱，这种被当众羞辱的感觉让她一秒钟也待不下去了。她甚至顾不上礼仪，捂着嘴扭头就跑，只想赶紧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莉莉安站在远处，冷冷地看着她狼狈逃窜的背影，一句话也没有说。莉莉安终于憋不住了，当场毫无形象地大笑起来，这口恶气总算是出了。贝丽塔平时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现在当众丢了这么大的脸，纯属活该。可笑过之后，莉莉安却突然冷静了下来，心里泛起一丝不安。迈尔斯公爵今天没出现，真的只是为了让伊迪丝吗？距离婚礼只剩下1周了，女仆莱尼一边帮伊迪丝梳头，一边神神秘秘地分享刚听来的八卦。她说那个贝丽塔现在彻底栽了，在社交圈里名声臭得要命，谁都管她叫大骗子，吓得她连家门都不敢出。伊迪丝听着这些消息，心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痛快，反而觉得有些荒谬。莱尼压低声音接着说，外面甚至还有更离谱的传闻，说贝丽塔从一开始就盯着小姐您要嫁的那位公爵。这下真相大白了，原来所有的针对和谎言，全是因为那点见不得人的野心。梅森伯爵那场闹剧，不知不觉已经过去1个月了。本以为侯爵会因为那件事大发雷霆，结果他不仅没生气，反而表现得相当痛快。看来梅森家族这次丢尽了脸，正好戳中了侯爵的下怀。这桩麻烦事就这么顺理成章的翻篇了。接下来的日子里，伊迪丝忙得脚不沾地，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婚礼的筹备中。当他终于穿上这件华丽的婚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才真切地感觉到那场改变命运的仪式真的要来了。按照规矩，这件婚纱本该由侯爵家来准备，但现在的每一处细节都透着不寻常的气息。原本该由侯爵家准备的婚纱，公爵家却直接派了顶级设计师过来，这在贵族圈子里可不多见。侯爵对此倒是乐见其成，毕竟能省下一大笔开销，他心里那本算盘打得比谁都响。可茱莉亚却气得不轻，看着伊迪丝受宠的样子，她心里那股嫉妒怎么都压不住。就在这时，小女仆兴冲冲地跑了进来，手里捧着一堆亮瞎眼的东西。小姐快看，公爵家不仅送了婚纱，连婚礼要用的全套首饰都准备好了。看着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所有人都意识到公爵家对这位新娘的重视恐怕远超大家的想象。看着满屋子闪闪发光的礼盒，莱尼总算松了一口气。他说真庆幸这些宝贝没被抢走。伊迪丝心里很清楚，那些人之所以没敢伸手，是因为这婚是公爵盯着呢，要是婚礼上缺了件首饰，谁都没法交代。他最后一次环顾这个房间，这里困了他太久，也让他受了太多的委屈。只要这次顺利嫁进公爵家，这个冰冷的侯爵府，他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了。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既然都要结婚了，我是不是也该给自己找点乐子？马车里静的只能听到车轮声。伊迪丝看着对面的格雷森，他先是客气的开了口，公爵大人，感谢您为婚礼筹备费了这么多心。格雷森语气平淡的说，这很正常。见他没反驳，伊迪丝干脆大着胆子试探，我想今天去参加春季庆典可以吗？格雷森这才停下动作，重复了一遍这个词。那是3月里最热闹的1周，整座城市都沉浸在狂欢里。首都的春季庆典，那是整个王国最烧钱也最热闹的时候，贵族们全挤在王室大道上，一边喝着下午茶，一边暗暗较劲。莉莉安可是这里的常客，从小到大她从没错过任何一场庆典，甚至有人说春天的花就是为了衬托她才开的。
但在伊迪丝和公爵订婚之前，莉莉安嘴里最常提起的其实是那位公爵大人。他说公爵和他关系不一般，每次见面公爵都会主动过来跟他打招呼，语气还特别温柔。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才是一对，羡慕的眼睛都红了。可谁能想到最后公爵选的人竟然不是他。直到真正见到了格雷森，伊迪丝才反应过来，莉莉安以前说的那些话全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什么公爵对他很热情，什么主动跟他打招呼，全都是瞎编的。格雷森这种性格的人根本不可能做那种事，他甚至连这种热闹的庆典都从来没参加过。莉莉安肯定以为今年公爵也照样不会出现，所以才敢在外面随便吹牛。要是格雷森今天真的露了面，那场面可就有意思了。莉莉安这个女人不仅爱吹牛，手脚还特别不干净。伊迪丝敢肯定，今天她身上戴的那些首饰，多半又是从自己这儿偷走的。从小到大，莉莉安最擅长的就是栽赃，她会故意把贵重东西藏起来，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伊迪丝的鼻子说他是小偷。她最喜欢看伊迪丝百口莫辩的样子，甚至还会拿伊迪丝的出身说事，把他的自尊心踩在脚底下。莉莉安肯定觉得今天也会像以前一样顺利，只要他随便掉几滴眼泪，大家就会站在他那边。可惜现在的伊迪丝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软柿子了。既然莉莉安这么喜欢演戏，那就让她在今天的庆典上当着所有贵族的面好出一次丑。当年的那些痛苦，今天一定要让你也尝尝，这才是真正的回礼。格雷森突然开口：“伊迪丝小姐。”她平静的回应：“有什么事吗？”格雷森突然提出要求：“把你的面纱掀开。”伊迪丝愣了一下，反问道：“你说什么？我想看看你的脸。你最近一直带着这东西，真让人心烦。我只想好好看看你。甚至上次也是。”伊迪丝低头避开了视线：“我现在的样子很吓人，连我自己照镜子都会害怕。”格雷森却冷冷地丢下一句话：“别演了，我知道那是假的。”格雷森态度非常强硬，直截了当地说：“我没那么胆小，把面纱掀开。”伊迪丝虽然觉得他莫名其妙，但还是照做了。格雷森看着他的脸，语气终于缓和了一些，说：“这样顺眼多了。”伊迪丝决定趁这个机会给这位公爵大人透个底。他提起了上次在百货商店格雷森送给他的那些礼物，那些东西全被莉莉安他们抢走了。格雷森听完沉默了片刻，只回了一句：“那还真是遗憾。”伊迪丝微微一笑，既然公爵大人都这么说了，那接下来的戏可就更有意思了。伊迪丝看着格雷森，语气里带着一丝委屈：“我真的很可怜，不是吗？”格雷森这下彻底懵了，完全没搞懂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宴会现场热闹非凡，莉莉安瞬间成了全场的焦点，所有人的目光都盯住了他手腕上的那条手链。面对大家的吹捧，莉莉安只是微微一笑，大方承认了。有人一眼就认了出来，这可是托雷特的新款，全球一共才2条，简直是难得一见的宝贝。这下周围的人更坐不住了，纷纷开始打听，这难道是公爵大人送的礼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在羡慕他受宠的程度，甚至连上次茶话会的首饰也被拿出来津津乐道。莉莉安非常享受这种感觉，却不知道这正是伊迪丝给她挖好的坑。周围的贵族小姐们围着莉莉安，满脸羡慕地说：“听说你和公爵大人是青梅竹马，关系一定非同寻常吧？”莉莉安表面上端庄优雅，心里其实早就想大肆显摆一番了。但她很清楚，现在梅森伯爵家刚出事，自己必须得收敛点。虽然看着贝丽塔倒霉让她很爽，但莉莉安现在更担心另一件事，那就是格雷森的态度。自从格雷森决定要娶伊迪丝，整个人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那种冷淡让她感到不安。莉莉安盯着远方，心里认定伊迪丝肯定耍了什么手段，就像当年那个女人勾引她父亲时一模一样。莉莉安心里满是不屑，她觉得伊迪丝肯定是耍了手段，毕竟现在的伊迪丝满脸红斑，简直就是个丑八怪。在她看来，格雷森现在的体贴不过是一时的兴起，等这股新鲜劲儿过去了，肯定会像他父亲当年那样把人一脚踢开。就在他恶意揣测的时候，两人的出现打断了他的思绪。只见格雷森正亲密地挽着伊迪丝，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方地走进了会场。莉莉安整个人都愣住了，她怎么也没想到格雷森竟然会出现在这里，毕竟这种庆典她以前可是从来不凑热闹的。更让她难以置信的是，格雷森身边竟然还带着伊迪丝，两人看起来非常亲密。就在莉莉安还没缓过神的时候，伊迪丝已经走到了跟前，笑着喊了一声姐姐，还感叹说真巧，竟然能在这里遇到。这声姐姐叫得莉莉安措手不及，她只能尴尬地陪着笑，勉强应糊了几句。伊迪丝的目光突然落在了莉莉安的手链上，那个手链，莉莉安这下彻底慌了，她猛地起身，大声喊出她的名字。她强撑着笑脸提议，既然这么巧遇到了，不如咱们找个地方单独叙叙旧。可现在的伊迪丝根本不吃这一套，她说比起这个，她更想谈谈莉莉安拿走的那条项链和手链，这下面子丢大了。莉莉安精心维持的体面，被伊迪丝一句话就给撕了个粉碎。莉莉安还在那儿演戏，一脸委屈地说伊迪丝又在胡闹，还装模作样的感叹，说自己为了这个妹妹操碎了心。伊迪丝冷笑一声，直接把话挑明了，公爵大人送的那些贵重礼物全被莉莉安和侯爵夫人私吞了。这下轮到莉莉安没话说了。伊迪丝转头看向格雷森，问他是不是也觉得这事儿挺荒唐。格雷森的反应更绝，他冷冷地看着莉莉安，直接补了一刀，说看来伯爵家的日子是真过不下去了，竟然连这种东西都要抢。
这句话简直是杀人诛心，把伯爵一家的遮羞布当众撕了个干干净净。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大家都在指指点点，说莉莉安凭时装的跟公爵很熟，结果竟然偷带妹妹的礼物。这下莉莉安的名声彻底臭了，她站在人群中心，连头都不敢抬。可伊迪丝还没打算收手，他突然握住莉莉安的手，语气温柔的让人发毛。他说：“只要姐姐开心，这些东西送你也无妨。”伊迪丝甚至还笑着提议，让莉莉安一定要带着这些首饰去参加他和公爵的婚礼，因为他大度，所以会原谅这一切。伊迪丝忍不住放声大笑，那笑声里全是嘲讽。看着莉莉安狼狈的样子，伊迪丝只觉得今天的这场戏真是比预想的还要精彩。伊迪丝看着格雷森，发自内心的感慨，离开那个家以后，他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痛快过。他轻声向格雷森道谢，谢谢他今天愿意在众人面前替自己撑腰。格雷森一直沉默着没说话，却在伊迪丝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突然俯身靠近。伊迪丝愣了一下，刚想开口询问，所有的声音就都被堵了回去。格雷森直接吻了上来，这个突如其来的回应让周围的一切瞬间安静了下来。深夜的豪宅里，伊迪丝正独自写着什么，可写着写着手里的笔却停住了。他下意识地用羽毛尖蹭了蹭嘴唇，那种感觉好像比这羽毛还要软绵绵，而且还带着一丝热乎乎的温度。就在他想入神的时候，手里的笔啪嗒一声掉在地上，这一下可把伊迪丝吓得不轻。他赶紧捡起笔，感觉整张脸都在发烫，这太不正常了。他在心里不停地提醒自己，别再瞎想了，赶紧冷静下来。伊迪丝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对这一天的评价，虽然感觉有点说不上来，但心里确实是甜滋滋的。毕竟谁能想到格雷森会突然靠过来，就这么不由分说地给了他一个深情的吻。这一整天发生的事简直像做梦一样。格雷森的手越抓越紧，动作也变得越来越大胆，他根本不给伊迪丝反应的机会。伊迪丝忍不住轻声呼唤，想要提醒这位大人，可对方却完全没有停下的意思。格雷森看着眼前的女人，轻声问他，刚才是不是自己太没轻没重了？伊迪丝低着头，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他确实是被刚才那个吻吓到了，可格雷森却突然抬起他的下巴，语气坚定地说，他已经开始等不及了，等不及要和他举行那场属于他们的婚礼。在伊迪丝眼里，格雷森的眼睛比春天的天空还要蓝，这一刻的美好让他甚至想永远沉溺在梦里。可现实却被一声巨响彻底震碎，侯爵气得当场掀了桌子，他咬牙切齿地咒骂着，说格雷森简直是个目中无人的家伙。眼看婚礼只剩下不到1周，这位公爵大人竟然连面都没露过，甚至连最基本的礼节都省了。侯爵显然坐不住了，他直接甩出一封信去质问这场还没开始的婚礼。火药味已经彻底藏不住了。侯爵原本还想维持表面的客气，建议带女儿去皇宫行礼，可格雷森的回信却冷冰冰的，直言既然大家谁也不欠谁，那些没用的过场就全省了吧。侯爵看着信冷笑出声，在他眼里这场交易自己可是一点没亏，他要让皇室和公爵夫以后在他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为了这个目标，他已经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要在婚礼当天亲手杀掉自己的女儿伊迪丝。计划已经布置好了，就在最后那杯交杯酒里，2只杯子的颜色完全不同，而属于伊迪丝的那只绿杯子早就被加了致命的毒药。这场婚礼注定要变成一场葬礼。侯爵已经算好了一切，伊迪丝会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倒在婚礼的血泊里。他早就找好了替罪羊，在皇室厨房工作的朱娜拉就是那个负责下毒的人。只要朱娜拉的孩子本还在他手里，这个女人就绝对不敢反水。等伊迪丝一死，他就会立刻散布消息，说这一切都是格雷森指使的。到时候流言蜚语会像潮水一样把皇室和格雷森彻底淹没，而侯爵就能顺理成章地把所有的权力都握在自己手里。这个男人的野心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疯狂。朱娜拉整个人都在发抖，她颤声问侯爵，如果事情败露被当场抓住该怎么办？侯爵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语气冷得像冰块。他说，如果真到了那一刻，你就自己了断吧，只有你死了，你儿子才能活命。朱娜拉听完彻底瘫软在地上，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拼命效忠的侯爵大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他活下去，这根本不是什么交易，而是一场必死的局。朱娜拉跪在地上拼命哀求，求侯爵放过自己的儿子，只要能让孩子活命，他什么都愿意做。可侯爵看着这一幕，心里却只有扭曲的快感。他觉得这些穷女人真有意思，只要抓住了他们的孩子，就等于抓住了他们的灵魂，哪怕让他们去死，他们都不会犹豫一下。看着眼前哭喊的朱娜拉，侯爵甚至觉得这种绝望很美，就像当年的艾丽安娜一样。母爱在这个男人眼里不过是最好用的控制工具。我现在就送你上路，去见你那个短命的母亲。可怜的伊迪丝还什么都不知道，她抱着输入出甜美的微笑。终于到了婚礼这一天，到处都布置得像梦境一样。可作为新郎的格雷森脸上却看不出一点喜悦，他表现得冷冰冰的，仿佛这场婚礼只是一场必须要完成的任务。阳光洒在婚纱上，晃得人几乎看不清眼前的路。伊迪丝笑着说，今天大家肯定都会大吃一惊吧？格雷森语气平静地回答，没错，所有人都会被吓到的。格雷森牵起他的手，两人在万众瞩目下走向祭坛。伊迪丝轻声感叹，这一场婚礼他真的已经等了太久太久。台下的观礼席上，气氛也变得越来越诡异。侯爵显得坐立难安，旁边的马特奥更是全程黑脸，唯独莉莉安最淡定，她还有心思在那儿慢慢品茶。这一天终于来了，她不能一直带着那面纱走到祭坛，只要一露脸，
现场绝对会彻底失控。莉莉安盯着入场口，心里已经判了伊迪丝死刑，觉得他的好日子今天就算到头了。随着婚礼进行曲响起，新娘终于迈出了这一步。谁都没想到伊迪丝这一露脸，直接把全场给镇住了。莉莉安和侯爵彻底傻眼，这跟他们预想的丑态完全不同。眼前的伊迪丝简直完美的无可挑剔，台下的风评瞬间反转，原本都在等着看疯女人的笑话，现在全都在感叹她是全国最美的新娘。虽然表面上风光无限，但伊迪丝心里其实慌得不行，甚至紧张到想吐。为了这场婚礼，伊迪丝撕掉了脸上所有的伪装，还偷偷从厨房弄来工具熬了药。这药效猛得吓人，喝下去的一瞬间，感觉整个人都要被烧穿了。虽然那种剧痛很快就退了下去，但他心里还是没底，整晚翻来覆去根本睡不着。万一这药没效果，或者中间出了什么岔子，那一切就全完了。好在老天爷还算给面子，婚礼当天的天气出奇的好，看着头顶这片大晴天，伊迪丝心里却一点都不踏实。这到底是新生活的开始，还是他生命的终点？他想起了死去的母亲，当初母亲临走前看到的天空，是不是也像现在这样美得让人绝望？站在生死的十字路口，伊迪丝比任何时候都渴望活下去。他紧紧抓着格雷森的手臂，那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格雷森察觉到了他的异样，低声问了一句：“你还好吗？”伊迪丝已经想通了，如果今天真的死在这儿，那只能怪自己太蠢，竟然还会去相信别人。但只要能活下来，他绝对不会就此罢休，哪怕被所有人当成恶魔，被指着鼻子骂成疯子，他也根本不在乎。从这一刻起，他要亲自拿起刀，在刀尖上起舞。那些把他父母推向地狱的仇人，一个也别想跑。他要亲手割断他们的喉咙。就在婚礼进行到最后一步，祭司端着圣杯走上来的时候，伊迪丝整个人都僵住了。眼前这个叫比罗安的男人，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因为他就是当年第一个发现他母亲死讯的人。当时所有人都说母亲是自杀，而这个男人就是那个所谓的目击证人。伊迪丝突然意识到一个致命的漏洞，当年这个男人明明从没见过他母亲，为什么能一眼认出那具尸体的身份？除非他早就知道那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他一把夺过比罗安手里的金杯，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仰头喝了下去。谁也没想到这杯象征誓言的圣酒竟然成了索命的毒药。酒才刚下肚，伊迪丝就猛地吐出一口鲜血，洁白的婚纱瞬间被染得通红。这一幕发生的太快，快到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他就已经彻底失去意识，重重的倒在了地上。原本神圣的婚礼现场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格雷森惊恐的大喊着他的名字，格雷森冲过去抱住他，伊迪丝靠在格雷森怀里，断断续续的说：“你还欠我一份情。”格雷森猛然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意外，而是中毒。原来这一切根本不是巧合，而是他早有预谋的计划。从爱德华的草药课到那个神秘的老妇人，伊迪丝早就盯上了那些毒药。他到底想干什么？竟然不惜用自己的命去换一个无法回头的结局。侯爵发了疯一样冲过去，想要带走伊迪丝，却被格雷森厉声喝止。这一声吼让整个场面瞬间死寂。两个侯爵的对峙让空气都快要凝固了。格雷森冷冷地扫视全场，直接下了死命令：现在谁敢乱动一下，谁就是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国王还没反应过来，急忙追问到底怎么了。格雷森咬着牙，一字一句地宣布了真相：有人给我的新娘下毒了。国王整个人都愣住了，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现在不是发呆的时候。他直接下达了死命令，立刻封锁皇宫所有大门，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他的语气冰冷到了极点，谁要是敢在这个时候乱动，直接按凶手论处。现场的贵族们全都被吓住了，没人敢在这个时候触他的眉头。现场彻底乱套了，宾客们吓得四处张望，生怕下一个倒下的就是自己。可谁能想到，这场针对伊迪丝的谋杀，竟然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的实验。为了测试毒药的威力，侯爵在贫民窟找了个流浪女人，把掺了毒的面包扔给了她。那个可怜的女人还在千恩万谢，却不知道自己吃下的是催命符。没过多久就七窍流血断了气。实验结果非常完美，可现在的关键是伊迪丝的情况，真的会和那个女人一样吗？奇怪的是，伊迪丝虽然吐了血，但出血量少得离谱，甚至连中毒该有的抽搐都没有。难道是药量下轻了？不应该啊，这种毒只要沾上一丁点，就绝对没有活命的可能。可为什么偏偏在他身上出了意外？侯爵心里很清楚，女仆朱娜拉很快就会被抓，但那个蠢货绝对不敢乱说话，就算他真的招了，自己也大可以死不承认。现在最让他后怕的是，万一伊迪丝真的活了下来，那接下来的疯狂报复恐怕谁也接不住了。不，他必须死，只有他彻底断气，自己的计划才算成功。他死死握住拳头，强行压下内心的急躁。马特奥凑到他耳边，声音颤抖地问了一句：“父亲，真的不会出事吗？”侯爵冷冷地瞪了儿子一眼，让他站稳了，别露馅。这种时候哪怕是装，也要装出一副心碎的样子。马特奥沉默了片刻，最后还是低下了头，顺着父亲的话演了下去：“是的，我真的很担心他。”黑暗中全是钻心的疼，那种感觉就像要把灵魂撕碎。梦里的伊迪丝只能无助地抓紧胸口，一遍又一遍地哀求着，甚至在最后关头喊出了母亲。就在这一瞬间，他猛地坐起身，从那个窒息的噩梦里挣脱了出来。他死死抓着被脚，整个人愣在原地。过了好久才意识到自己竟然还活着，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感却怎么也挥之不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伊迪丝环顾四周，这里不是他的房间，而是格雷森的府邸。格雷森坐在床边，语气低沉地告诉他，从婚礼上倒下那一刻起，他已经整整昏迷了3天。伊迪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静静地看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断掉的记忆。
格雷森突然捂住脸，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他说：“医生之前都吓坏了，要是运气再差一点，伊迪丝可能这辈子都看不见，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伊迪丝听得后背发凉，他没意识到自己竟然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格雷森连着问了好几个问题：“疼不疼？不饿。”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脸上的线条才稍微柔和了一些。既然身体没大碍了，格雷森坐直了身体，语气变得严肃起来。那我们现在谈谈吧。伊迪丝下意识抓紧了背角，轻轻应了一声。他心里很清楚，有些秘密已经藏不住了，他必须给这个公爵一个交代。伊迪丝看着眼前的格雷森，他看起来状态很差，估计这2天为了处理烂摊子，已经忙得脚不沾地了。格雷森盯着他的眼睛问：“这一切是不是都在你的预料之中？”伊迪丝没有否认，直接点出了雷诺兹侯爵的名字。他说自己早就偶然听说侯爵打算在婚礼上下毒，甚至连背黑锅的人选都找好了，就是那个平时最崇拜他的厨娘。格雷森沉默了一下，告诉他那个女仆已经被抓了，可对方除了说是因为太爱他，其他的一概不承认。伊迪丝的眼神变得冷淡，他平静地问出了最后一句话：“那个人会被处决吗？”格雷森的回答非常干脆：“他必死无疑，毕竟在皇宫里谋害皇室新娘，这罪名谁也保不住他。”伊迪丝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开口问了一句：“真的没有办法救他了吗？”格雷森盯着他看了很久，语气里带着一丝试探。他说：“这取决于接下来的谈话，他们之间是否能达成共识。”伊迪丝心里很清楚，救那个女仆并不是因为同情，而是因为只要她还活着，就是一颗能掐住侯爵咽喉的棋子。格雷森显然没耐心再耗下去，他俯下身直视着伊迪丝，要求他把发生的一切用他能听懂的方式原本地解释清楚。婚礼被搞砸了，还要处理这一堆烂摊子，换谁都会发火。伊迪丝很清楚，现在已经瞒不住了。他看着眼前的男人说：“我会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你。”格雷森步步紧逼，既然发生了这么多事，为什么不早点找他商量？伊迪丝的回答很干脆：“因为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况且2人的关系脆弱的随时都会断掉，谁敢把命交到对方手里？”格雷森沉默了，他不得不承认伊迪丝的做法是对的，毕竟守着这种保命的秘密，除了靠自己活下去，他根本别无选择。格雷森心里很清楚，伊迪丝的做法挑不出半点毛病，换作是他也会这么干。可理智归理智，这股明火到底是从哪来的，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冷冷地丢下一句：“你做得很好，完全没有错。”伊迪丝却反问道：“你真是这么想的吗？”格雷森还没来得及掩饰，伊迪丝就直接点破了真相。他说：“可你现在的样子看起来明明非常生气。”格雷森语气一转，说他根本没生气，反而挺为自己的妻子骄傲的，毕竟能在那种绝境下自救，确实有本事。伊迪丝还没反应过来这个称呼，格雷森就一口一个妻子的叫着，问他是不是觉得哪里不舒服。“你称呼我为你的妻子吗？”格雷森却觉得莫名其妙，不然还能叫什么？伊迪丝小声嘀咕，突然被这么称呼，听着怪不好意思的。在他看来，伊迪丝差点连命都没了，这种名分上的事根本不需要犹豫。他盯着眼前的女人，再次重申了这个身份。既然已经死里逃生，那你就是我名正言顺的妻子。格雷森一字一句地提醒他，现在的伊迪丝不仅是他的妻子，更是公爵家的女主人和王室的儿媳，这些头衔多得吓人。伊迪丝听完自嘲地笑了，以前大家只管她叫那个疯女人。格雷森却没跟他开玩笑，他说的非常严肃：“你的命已经不光是你自己的了，只要你出一点意外，整个公爵领和王室全都会被惊动。”他心里很清楚，伊迪丝还是不信任他，更习惯了凡事都靠自己硬扛。可现在的局面早就已经变天了。格雷森定下规矩，以后只要涉及2大家族的事，伊迪丝必须先跟他商量。伊迪丝顺势试探：“那你会站在我这边吗？”格雷森的回答非常理性，他得先看原因和结果，只要觉得合理，他才会支持。伊迪丝不依不饶地追问：“那要是你觉得不对，但我非要做呢？”格雷森沉默了一下，说他会想办法劝阻。看着他这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伊迪丝忍不住笑出了声。他觉得这个男人一本正经讲道理的模样，简直就是在逗他玩。伊迪丝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他当面调侃格雷森说：“他看着死板，其实斗起来还挺有意思。”格雷森也是头一回听到这种评价，他看着眼前的女人，觉得她进入公爵夫人的角色，适应得快得惊人。但转过头，格雷森的眼神瞬间冷了下去，质问他为什么要护着那个下毒的人。伊迪丝心里很明白，只要他还活着，并且坐稳了这个位置，雷诺兹侯爵就不得不收敛一阵子，但这只是暂时的平静。如果唯一的证人朱娜拉死了，雷诺兹侯爵只要死不承认，就能轻而易举的溜之大吉。毕竟在那些外人眼里，比起一个名声不好的疯女人，大家更愿意相信那位侯爵。伊迪丝心里很清楚，现在的公爵夫人头衔还不足以让他彻底翻身，所以他打算反其道而行之，把朱娜拉这个证人留在身边，只要这颗棋子还在，雷诺兹侯爵投鼠忌器，就绝不敢再轻举妄动。格雷森听完这番分析，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他终于意识到这位新夫人远比他想象的要聪明得多。格雷森最终被说服了，他答应会亲自出面，想办法保住那个女仆的命。临走前，他还不忘叮嘱伊迪丝，让他先好好休息。就在他准备推门离开时，伊迪丝突然轻声叫住了他。这一声谢谢让格雷森停下了脚步。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2人之间那种紧绷的隔阂似乎在这一刻悄悄裂开了一条缝。格雷森离开后，房间里只剩下伊迪丝一个人。随着房门轻轻关上，他总算长舒了一口气，看着眼前华丽的吊灯
和精致的房间装饰，他还有点不敢相信，以后就要住在这里了吗？虽然一切都很陌生，但这种感觉竟然意外的舒服。在这座冰冷的公爵府里，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容身之所。格雷森刚走出房门，海伦娜就立刻迎了上来，打听夫人的情况。听说伊迪丝已经醒了，海伦娜这才拍着胸口，总算松了一口气。不过眼下还有个麻烦，就是夫人带回来的那个女仆，到底该怎么处置？格雷森头也不回的交代，等夫人彻底清醒了，再按规矩去办。就在这时，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显然又有不速之客找上门了。格雷森拉开窗帘，发现公爵府门口早就被这群记者围得水泄不通，外面的流言蜚语已经传疯了，所有人都在议论伊迪丝到底是受害者，还是那个心狠手辣的恶女。可就在这堆人里，他竟然看到了弗雷迪克。这个男人出现在这里，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难道那场投毒计划他也参与其中了？还是说他一直都在揣着聪明装糊涂？不管对方到底在打什么算盘，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他在心里下了最后通牒，从今往后绝不会再让这个男人靠近伊迪丝半步。